半梦半醒间，涂炫若只觉一阵酒气袭来，整个人便被熟悉的怀抱包裹。原来竟是连醉酒他都忘不掉那个女子。李九明闻言动作顿住，眼中划过丝丝的清明。他眯着眼看清眼前人，面上的温柔霎时转变成了冷凝，眼中尽是憎恶。烛火阑珊，涂炫若的脸色因为他的神情变得煞白，不见血色。李九明眼中闪过抹异样，连带着本想离开的动作也变成了更深的触碰。涂炫若的话还未说完，落在一侧的李九明的衣衫猛然闪起一道光亮。与此同时，李九明的动作陡然停住，起身便要离去。他甚至不用去想，便知道寻他的人定是汉亚，因为500年来他见惯了如此情形。可这一次，他终究是不甘心的。李九明，说一句你爱我，便这么难吗？解开术法。我要你说你爱我。他也不想如此，可他只剩短短100年了。若这次再听不到，在他仅剩的生命中，怕是再无机会从他口中听到那句话。魔后殿下，你记清楚些。从涂山起，无所不用其极逼迫本君娶你之时，本君对你就只有恨。术法的反噬力激得涂炫若胸口一荡，一口鲜血涌上，被他生生地咽了回去。不过你既然问了，本君便明白些告诉你。那一瞬，涂炫若甚至想要哀求他不要说了，可是心中丝丝的希冀却依旧翻腾着，不愿停息。从未，本君从未爱过你。从未啊，原来他连欺骗自己都不愿。那一刻，涂炫若的心彻底的冷了。一夜未睡，涂炫若就这么干坐在地上，周身狼藉。玲珑阁，我在这等你。涂炫若看着消散在空中的传音鸟，满心涩然。一夜，他没有等回李九明，却是等到了汉亚，一个缠绕了他500年的噩梦。半个时辰后，涂炫若身着复杂的交领宫装，踏入玲珑阁，苍白的脸色被嫣红的水粉遮盖得完全，端庄大气地出现在汉亚的面前。告知阿离，我在玲珑阁等他，你应明白该如何做。炫若姐姐，许久不曾见过，近日过得……汉亚姑娘，听闻昨日汉亚姑娘的虎眼术又发作了。累得阿离陪了我一整夜，害得炫若姐姐一人在魔宫，真是对不住啊。本后无事，倒是汉亚姑娘，虽说这虎眼术无解，但日后你魔力修为上去了，能自己克制，阿离便不用这般辛苦了。哼，日后你缠了阿离500年，却都不曾让他正眼瞧过你。涂炫若，你不觉得你此举太过下贱了吗？涂炫若，你不觉得你此举太过下贱了吗？汉亚姑娘，阿离是我的夫君，他是否正眼瞧过我，是我们夫妻2人之间的事情，与你何干？再者，你是凭着什么身份同我这般说话？魔族微不足道的小魔，还是他养在宫外的姬妾？又或者，连姬妾都算不上？姬妾又如何？哼，只要我一句话，阿离便会弃了你来寻我。别忘了，他昨夜可是陪在我身边的。涂炫若闻言，眼睑微颤，藏在宽大袖袍中的手紧攥成拳，指尖泛白。100年来，阿离这般照顾你，原因你应当清楚。可是汉亚姑娘，500年前我祖父真的有伤害过你，给你下了咒术吗？哼，真的假的重要吗？只要阿离认定是你祖父害我便可。说完这句，他瞟了眼4场的房门，捕捉到朝这边走来的男人。
不妨让你知道，其实我从未中招。哼，一切不过是装出来的。而且只要我继续下去，阿离便只会是我一人的。你，不要，别过来！涂炫若压着满心不安，想要伸手将人扶起。突然，地上的茶盏碎片尽数飞向涂炫若，其中一块猛然划过他的脸颊，顿时一阵皮开肉绽的痛感袭来。他抬手捂着不断流血的脸，下意识地运用妖力，可下一瞬，涌动着熟悉气息的利剑当胸而过，看着胸口冒出来的剑身，满目狰然。看看，李九明一把将魔剑抽出，一掌将涂炫若打飞，心急如焚地将摔在地上狼狈不堪的汉亚揽进怀中。涵涵别怕，我在这儿。涂炫若踉跄起身，捂着脸上的伤口，一小步一小步移到李九明的面前，看着他环抱着别的女人，脸上心疼焦急的神情，涂炫若只觉得整个人痛得几近抽搐，痛到窒息。明明受伤的人是自己，可李九明的眼中只有汉亚。涂炫若，你是觉得500年前害的汉汉还不够惨吗？若是他的虎眼阵因此加重，我一定不会让你好过。不让我好过？李九明，成婚500年，你何曾让我好过？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涂炫若，今日这笔账，本君回宫再同你算。魔君寝宫，夜色阴沉，撼雷炸响，身上的伤口传来阵阵撕裂的痛感，疼得他冒了一身的冷汗。他甚至不敢用妖力去修复身体的伤疤，生怕这妖力少一点，他能陪李九明的时间也会变少。涂炫若，今日这笔账，本君回宫再同你算。李九明想如何算？杀了他吗？僵硬着身子倚靠在美人榻上，一眼不眨地望着门口，等着男人回来。幸好今日他同汉亚的对话尽数被他用玉诀记了下来。他怔然地看着紧闭的店门，握着玉诀的手紧了紧。男人冷峻着一张脸，身影渐渐显现在眼前，目光落在涂炫若已经结痂的脸上，下意识地蹙了蹙眉。涂炫若，本君以前怎的就没发现你有如此大的能耐？我怎么了？你怎么了？本君小心翼翼地护了汉汉500年，被你今日这么一闹，他身上好不容易稳定的魔力更是紊乱。你倒是说说，这笔账，本君该如何跟你算？涂炫若眼底溢满了苦涩，他站在原地，看着那个始终和自己保持着距离的男人，仿若咫尺天涯。李九明，你自己听吧，好好听清楚，你费尽心思护了500年的女人，到底是怎样的蛇蝎心肠？汉汉是什么样的人，本君很是清楚。倒是你，成婚500年，我还不知道你到底狠毒到什么样的地步。如今真相就摆在眼前，可李九明甚至连看都不愿看，便认定是自己的错。涂炫若一步步走向李九明，衣物与未结痂的伤口摩擦，带来阵阵痛楚，可他依旧是忍着痛站在了他面前。李九明，你听完这个，汉亚会告诉你，什么才叫蛇蝎心肠。说着，涂炫若便散去妖力，捏诀要打开玉诀，可本就所剩不多的妖力已经支撑不住他运用这样的术法。魂体深处撕裂的痛让他只能捂着头蜷缩在一处，整个人疼得瑟瑟发抖。李九明看着蜷曲在自己脚边的女人，脸上划过抹惊愕，他这是怎么了？尖锐的哨声猛地响起，李九明沉默了一瞬，看着飘至自己眼前的传音诀，还是选择了查听。阿离，我有些馋你做的饭菜了。汉汉，你魔力可是稳定了，想吃些什么？你做的我都喜欢。好，那我立刻便过去。他走了，未曾回头，未曾看过涂炫若一眼，哪怕他疼到窒息。这一瞬，他怕了，他不敢再爱了。涂炫若满头细汗地站在魔族大殿门前，看着高陡阴森的大门，他苦涩一笑。往日妖力充裕的时候，倒是不觉得这大殿如此之远。那个男人正坐在魔君椅上，低头看着手中的信札。涂炫若抬步走了过去，
在他面前站定。本君不是吩咐过，没有本君的允许，不准任何人进来，还不……我只有一句话要说，说完便走。本君的时间不想浪费在无用的事物上。一句话而已。500年前，我们在这一日成婚，所以今日我有件东西要送于你。500年来，你送予我的东西堆积成山，可是涂炫若，你可曾见我碰过？你可曾见我碰过？打开看看吧，这次一定会喜欢的。可当真正触及开头的3个字时，李九明的瞳孔瞬间缩小，整个人霎时僵住。和离，这个女人不依不饶地纠缠了自己500年，如今竟是要同自己和离。500年了，李九明，我决定放你离开。站在他对面的涂炫若不知何时褪去了专属于魔后的黑红衣袍，换上了一袭白衣。魔族常年阴暗，桌案上的烛火打在他苍白决绝的脸上，而那双望着自己的双眸空洞无神。这样的涂炫若，500年来他第一次见到。涂炫若，你又想玩什么把戏？你想多了，我只是累了，想求一个解脱。李九明怔愣地看着这种口口声声说钟情自己、至死不悔的女人，此刻却是满目决然地要同自己和离。自己和离，一股怒意突然涌上心头。他说的起身，手中魔力翻涌，竟是想直接将那份和离书撕毁。涂炫若瞧见，猛然抬手将和离书抽了回来，而那只手依然只剩白骨和淋冰的血肉。累了，解脱？涂炫若，你以为你是谁？本君不开口，你有什么资格提出和离？告诉你，本君绝不会如此轻易地放过你。为什么？难道非要他在他面前形神俱灭才甘心吗？和离不是你一直期盼的吗？如今我成全你。怎么这么急着和离？莫不是对别的男人产生了心思？涂炫若脑中倏地闪过一个念头，李九明不会是要在这里？别碰我，李九明，我们和离。不准碰你！哼，涂炫若，还没和离，便想着为野男人守身了。而后大手一挥，只听得衣帛碎裂声响起，没有任何前奏。便想着为野男人守身了。而后大手一挥，没有任何前奏。涂炫若的话语碎裂在一阵疼痛当中，身体上传来的痛感让他一直压抑在眼眶中的泪水终是遏制不住地流了出来。可涂炫若只是闭上眼睛，不去看他的脸，心中冰冷到绝望。他紧咬着牙关，不敢张嘴，生怕一张嘴便会吐出一口血来。可他这种举动更是激怒了李九明。不知道过去了多久，这场噩梦才停了下来。而等到涂炫若从麻木的疼痛中清醒，偌大的魔族大殿内只剩下他一个人躺在冰凉的地上，李九明早已离去。撑起酸软的身子，涂炫若刚刚站起身，只觉得小腹传来一阵剧痛，眼前一黑。醒了。涂炫若转过头，入目便是一张清秀俊美的脸。迅姐，今日本是去寻李九明商议一些事情，却不想见着你晕倒在那儿，我巫术不精，只能将你送来药魔殿。你送我过来时，药魔可是同你说了什么？涂炫若紧咬着牙，一双眼中满是惊慌无措。他已然沦落到如此境地，只是想保住狐族的最后一点尊严。妖力溃散的事情，他不想任何人知道，他不想被人同情。迅景看着涂炫若脸上的惶然，心中莫名一紧。药魔说你小产了。说完便闭上了嘴，将另一件事压在了心中。小产？他盼了500年的孩儿来了，却又走了。涂炫若心知，以他仅剩的寿命，根本难以将孩子生下来。可是只要一想到这个孩子是因为李九明自私的行为才失去的，涂炫若爱了李九明1000年的心陡然升腾起一抹恨意。涂炫若爱了李九明1000年的心陡然升腾起一抹恨意。平日里，李九明总会在同他喝酒时说起这个女子，不过大多些说她恶毒、狠心、不择手段。可现在，他却怎么也不能将这个女子和那些词贴靠上。小产、妖力溃散、
命不久矣。迅景掩饰着心头的酸涩，将平日谨守的不与女子近身抛在脑后。是不是很痛？一声微不足道的关怀，却让涂炫若堆砌了500年的坚固城墙尽数坍塌。涂炫若紧紧咬着唇，将欲奔涌而出的泪水全部压制在眼眶中，而后嘴角牵起一抹苦苦的笑。迅景收回目光，不敢再去看，生怕只要他的目光再多停留1秒，心便会同他一起痛起来。我还有事，魔师在门外，有事便换他们去做。迅景转身离开，连一个外人都能看得出他的脆弱，可是为何那个自己爱了1000年的人却看不出？是因为不在意而不曾看出，还是因为看出了也不曾在乎？还是因为看出了也不曾在乎？就连他都会为此难受，难道李九明真的对涂炫若没有半分心疼吗？难道哪怕知晓涂炫若要死了，李九明也还是会无动于衷？涂炫若小产了，在药魔殿。迅景等了许久，也不见回复，复又开口说道：李九明，你是否过来看一下？涂炫若身子不大好，她的腰力……迅景，你理应了解我，涂炫若是死是活，与我何干？铜镜连接猛地被掐断，伴随着屋内涂炫若低声的呜咽哭泣，整个药魔殿格外的凄惨悲凉。魔后殿下，您的妖力已然散尽，您还是回青丘闭关休养吧。涂炫若闻言点了点头，可涂炫若知道，他的妖力哪怕如何休养也是回不来的。失去了九尾的他，还能维持500年的人形，已然将所有的耗尽了。他只是单纯的想要离开，离开魔族，离开魔界，离开那个男人，走得远远的，去哪儿都行。在药魔殿休养了10日，涂炫若总算是能动了。他拖着依旧孱弱的身子走回魔君宫殿，一路而来，总觉得魔师的目光除了平日的讥诮外，更带着丝丝的可怜。他有些茫然，站在寝宫门口怔怔出神，还没有收回这股思绪，只见眼前的殿门陡然打开。炫若姐姐怎么来了？阿离前几日带我过来的，不过这些日子阿离一直同我在一处，怕是没来得及告诉你。他不过是在药魔殿休养了10日，汉亚就已经住进了魔宫。果然一切都变了，全部变成了汉亚最喜欢的模样。涂炫若隐忍着心中的酸涩，迈步走向梳妆台。他今日是来拿走属于他的东西的，而魔宫的一切他再也不稀罕，包括李九明那个男人。往后你我便要一同侍候阿离，有些事情汉亚不懂，还请姐姐提点。将东西收入须弥袋，涂炫若转身便要离开。炫若姐姐，你这是要去哪儿啊？炫若姐姐，你这是要去哪儿啊？他强忍着绕开汉亚往外走去。涂炫若，你就算要离开，也得同阿离合离之后。涂炫若整个人被魔力捆住，而魔力对身子的侵蚀让他的身子像是被撕裂一般痛苦难耐。汉亚，和离书我已经给了李九明，是他不愿意和离。倘若你想要做这魔后之位，想要同李九明成婚，与其在我这白费功夫，倒不如去劝劝他，将那份满是褶皱的和离书扔在了他面前。他僵直着身子，紧咬着牙，一小步一小步地朝外走着。李九明为何不愿和离？莫不是他对这个女人有情意？如果涂炫若离开，是不是迟早有一日他会将她找回来？绝不可以。炫若姐姐，先别急着离开呀。汉亚有件事，还需你帮个忙。放开，汉亚，你的事情与我无关，你的事情与我无关。涂炫若看着腰间环转的魔力，紧箍感传来的痛楚让他面色更是苍白，脑海深处妖魂的撕扯感牵扯着全身，甚至让他产生了一种即将陨灭的错觉。涂炫若，是你束缚了阿离500年，是你让我苦苦守候了500年，全都是你。汉亚手中魔力再次运转。如今你想就这样离开？做梦！放开我！汉亚一怔，魔力霎时消散，而涂炫若失去了支撑，瘫坐在地上。涂炫若，这是怎么了？他不是九尾狐族吗？怎么会如此虚弱？你可有事？疼痛有如千万把刀，在切割着涂炫若身上每一寸血肉一般。难道今日便是他的死期吗？门外传来魔士恭敬的声音。
涂炫若，这个忙你必须帮。说完，只见汉亚抬手幻化出涂炫若的兵器，而后塞在虚弱无力的涂炫若手中，狠狠地捅进自己的腹部。涂炫若惊愕，反手一掌将人拍了出去。炫若姐姐，你不愿汉亚锁在魔宫，汉亚走便是，你何必要置我于死地？涂炫若晃晃悠悠地站起身，还未动作，便听见身后传来一道让他痛得更深的嗓音：“涂炫若，你在做什么？”径直冲了过来，小心翼翼地将他搂在怀里，为他传着魔力。涂炫若，你竟敢伤他！整整500年，他为了李九明而活，而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时间，他已然决定离去，决定放手。可是为何连离去都如此困难？难道非要他身陨才肯罢休吗？阿离，妾是我不好，若是我不曾住进魔宫，炫若姐姐也不会如此伤我。是我不曾住进魔宫，炫若姐姐也不会如此伤我。涂炫若，你一次一次地挑战本君的耐性，在你上次伤害汉汉之时，本君就该直接将你打回原形。他好想说一切都不是这般，他好想说他现在真的好痛，他好想说他真的快死了。可是最后涂炫若只是张了张嘴，只字未语，甚至连喉咙处涌上的心田都被他硬生生地咽了回去。李九明好似察觉到他的异样，身子顿了顿，刚准备开口：“阿离，我好痛，好痛，救救我！”触及他腹部的伤口，瞳孔猛地一缩，顿时回过神来，焦急地抱着他就往殿外飞去。涂炫若再也忍不住，口中涌出一股鲜血，他就这么躺在了被染红的地面上。这一次他许是真的要死了吧。那个躺在地上身量纤薄的人是涂炫若，他这是怎么了？当他回过神来时，地上的涂炫若已然是不见了身影。他慌张地转头，便瞧见不该出现在这儿的人，而他的怀中赫然是涂炫若。他怎么了？涂炫若紧闭着眼睛，一张原本艳丽的脸上只剩下骇人的惨白。他就那么躺在那人的怀里，气息微弱的恍若死去。阿离，他是你的魔后，他怎么了你不清楚，还要来问我吗？你若是再不让开，他可能真的要身陨了。身陨？迅景说完这句话，一个用力挣开李九明的手，闪身离去。他站在原地，脑中尽是涂炫若无声无息的模样。他只觉得此刻有一个极其珍贵的东西，仿佛要离开他，从他的体内剥离。涂炫若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会昏死过去？为什么他身上的妖气稀薄到如此？难道又是那个女人的把戏吗？可是他那副惨白没有一丝血色的脸，不似作假。李九明不再停留，当即便闪身追上迅景身影。魔族药魔殿。李九明到这儿的时候，涂炫若已经被迅景带进了房中，还布下了结界。李九明迈着步子越靠越近，双目直直地看着紧闭的房门，手中的魔力蓄了又散，终是没有狠下心硬闯结界。他脑中尽是涂炫若愈发消瘦煞白的脸，他是从何时开始变成如今这副模样的？500年前刚刚成婚之时，涂炫若的脸颊上还带着些许的肉感。魔君陛下，不好了！什么不好了？涂炫若还在里面，你乱叫什么？不是的，是汉亚姑娘。汉亚如今怎样了？汉亚姑娘有些不好。不好是什么意思？汉亚姑娘的伤本来有些好转，可是突然之间虎眼咒又开始发作，再加上魔君您不在，我们没有办法压制咒术发作。汉亚姑娘现在被控制，朝着断崖去了。李九明抬眼看了一眼依旧紧闭的房门，心中一狠，转头抓起一旁的药魔，便直接掐诀，闪身去了断崖，只着了一件内衫。他满脸憔悴地站在崖边，稍不留神，涵涵，我来了。李九明刻意放柔了声线，他知道此刻的汉亚不能受到丝毫的刺激。涵涵，对不起，我来迟了，我不应该离开的。救救我，阿离，有人要杀了我！你别怕，没有人能杀你，先过来好不好？你的伤才刚好，那很危险。不要过来，坏人，不要过来！
萱若姐姐，我求求你，不要杀我，我离开阿离就好了。你可不可以不要杀我？不要杀我！涵涵，我是阿离啊，你放心，只要我在，没有人敢伤害你，涂玄若也不敢。萱若姐姐，汉雅在魔族没有任何一个亲人，而阿离像我哥哥一样。我求你，不要赶我走！除了阿离哥哥，我什么都没有了。我求你了，什么都没有了。我求你了！李九明眼底满是失落，比起500年内一次次的愤怒还要深刻。这一次是失望，对涂炫若的失望。涵涵，你下来，我李九明保证，以后绝不会离开你。不，我知道。阿离哥哥是永远不会属于我的，你已经和萱若姐姐结婚了，你已经是别人的夫君了，你怎么可能会永远不会离开我？面对汉亚的这句话，李九明杵住，一时之间竟不知如何回答。若是只能这般苟延残喘的活着，却不能和阿离在一起，那对汉亚来说也没有任何意义。阿离哥哥，汉亚不为难你，我愿你和萱若姐姐在一起幸福。汉亚嗓音刚落，他就抬脚上前一步，半脚踏空踩在崖边。涵涵，你千万别做傻事，你要什么我答应你便是，要什么我答应你便是。汉亚没有回话，只是看着幽深的崖底，要么活着和李九明在一起，要么他死，叫李九明愧疚永生永世，再也忘不了他。他转过身，满含热泪的双眸看向李九明。阿离，我这一死便是魂飞魄散，一定要好好的活着。汉亚就这样朝后一仰，消失在眼前。不要！看看！李九明呢？外边的魔士闻言也是不敢吱声。李九明此刻怕是抱着汉亚细心安慰着，怎么可能会在意他的死活？涂玄若，你还好吗？一双温柔的手便轻轻地将自己眼角的泪水擦拭干净。我是迅景，阿离回来之前，我会替他照顾你。涂炫若费力地睁开了双眼，一张清秀温润的面孔投入眸中。迅景，他怎么会在这儿？你先歇息一会儿，我去找药魔，给你再诊治一番。门轻轻被关上。迅景大巫，魔后殿下的状况我早就便同他说过，是殿下自己不愿回妖族，小的能有何办法？你想说什么？魔后殿下是妖力溃散，如果之前便能回到妖族，将妖力补足，维持更长时间的生命，减轻痛苦是完全没问题。可是现在就不能保证了，他的妖魂破碎的严重，已经不成形，根本难以修复啊！你说什么？难以修复？是的，妖魂对于妖族来说就是本源，若是普通的裂痕，只要有足够的妖气修补，自然会好转。可是魔后殿下的妖魂几乎碎裂，不是能补全的。如今殿下若是愿意在魔宫待下去，便留着吧，他的魂体回天乏术了。你醒了，你都听到了？没事，我早就清楚的。药魔说你现在不能动，得等妖力能够运转。你一会儿有没有什么想去的地方？我不是很想动，我想睡一会儿。好，那你先歇息，不会有人来吵你。迅景深色地帮涂炫若掖了掖被角，而后转身离开。上次涂炫若小产后，他每日都会来药魔殿，只为了看一眼涂炫若。只不过他未曾出现过在涂炫若面前，只是远远地瞧着，或是询问药魔他的状况。是以他今日得知涂炫若回了魔宫之时，才会心有不安，才会出现在那儿，也刚好的救了他。抬手幻化出传音鸟，汉亚从断崖上一落而下，多亏李九明及时，才将人拉了上来。阿离哥哥，我在这儿。我不是死了，我再也见不到阿离哥哥了。傻瓜，你没事，我还在你身边。可阿离哥哥不可能永远陪着汉亚，不是吗？若不是因为自己，汉亚当年就不会被涂山奇抓走，汉亚也就不会成了今日这模样。我答应你，我会永远陪着你，我会同涂玄若和离。那个女人现在情况如何？该死，为何她心中会涌上一股不安？当真？为何她心中会涌上一股不安？当真？当真。不过你也要答应我，日后断不可做傻事。可炫若姐姐怕是会难过吧？她难过？那个女人才不会难过。
毕竟前2日他才同自己提过和离的事。阿离哥哥，你定然是舍不得炫若姐姐吧？我如何会不舍？即便是在一处500年，我对她也不过是报复和折磨。韩寒，请安心，我这边让人拟和离书，立刻和离。这句话倒不似是在同汉亚说，反倒是像在说给自己听一般。韩寒乖，你好生在这歇歇，等我回来。李九明将汉亚打横抱起，搁置在床榻上，转身离开了偏殿。偏殿的门刚刚合上，窗外便飞进一只传音鸟。涂炫若妖力溃散严重，妖魂碎裂，怕是活不过100年。无论是因为什么，你同他成婚500年，也该是来看他一眼。他如今就在妖魔殿，你过来吧。他好不容易自伤己身，才让李九明有了和离的念头。在如此至关重要的时刻，李九明绝对不能知晓涂炫若即将生死之事。指尖法诀轻掐，仿着李九明的声音传音给了训警。妖魂碎裂又如何？若是他涂炫若要死，那就死干净一些，别让我瞧见，脏了我的眼。若你还想好生当着你的大巫，日后就别在我面前提起任何关于他的事，否则别怪我不念我们2人的情分。拂袖一挥，殿内的情形映入眼帘。涂炫若到底有多坏？不然为何连他要死，李九明都不愿过来看他一眼？可是这般瘦弱，面临身陨依旧微笑劝慰别人的人，又能做出什么万恶不赦的事？心中有一股情绪无限的泛滥。你终于醒了，可是口渴？训警抬手隔空取了杯清水，而后将涂炫若扶起身。很痛？双手一抖，那茶杯竟是滚落在地。涂炫若！训警见状，忙用魔力封闭了涂炫若的痛感。唉，虽然你避过多年，但是如今妖力尽散，你也不过是寻常狐族，东西还是要吃的。可有什么感兴趣的？训警将茶杯拾起，搁置在桌上，满目温柔地看着他。如果他不在，这个女人连人形都维持不了，痛感封闭，她该是什么都感觉不到。可内痛却像是停留在脑海中，蒙蔽着她的感官。便白粥吧，麻烦你。好，你好生休息，我叫魔师去做。训警应下，而后转身离开。好累，如今他什么都不想做。吱呀一声，门被推开，又立马关上。涂炫若顿了顿，睁开眼。你来此作甚？刻意让自己尽量坐得笔直。我自是来看你啊，炫若姐姐。滚出去！我没有闲心与你做戏。这不是听闻炫若姐姐妖魂碎裂，汉亚欣喜你的身子，便过来瞧瞧你。妖魂碎裂的事，他是如何知道的？涂炫若，你可想知道阿离哥哥知晓你即将身陨是何反应？我一点都不想知道。汉亚姑娘，李九明我不要了，你若是喜欢便拿去，不过现在还请你滚出去。哼，这般急着赶我走是何故啊？倒不如炫若姐姐先瞧瞧这个。当和离书3个大字刺入眼中之时，涂炫若只觉得原本坚硬的心依旧是毫无征兆的一颤。阿离哥哥知晓你妖魂碎裂，并无可依，便让人拟了这份和离书，同你断个干净，哪怕是你身死，也滚回妖族去死，免得脏了魔族的地界。抬手咬破自己的拇指，不曾有过丝毫犹豫地按在了李九明名字的下方，而后果断地将那张纸甩落在地。这般你可满意？还不滚！汉亚拿起和离书，满眼地看了一眼，而后得逞地笑了笑。哼，涂炫若啊，我当真觉得你可怜，白白付出500年，即便你濒临死境，阿离都不愿，甚至不屑来看你一眼。汉亚抬手钳住涂炫若的下颚，别说正眼看你，阿离甚至不愿提起你。你同他睡了500年，他却连听着你的名字都满是嫌恶。汉亚，你可要记着，断不要让李九明知道500年前的所有真相，否则你会比我死得更惨。涂炫若，死到临头，你还是管好你自己吧。不过你且安心，他断然不会知道真相。往后这数千年、数万年，我都会陪着阿离，同他相濡以沫，相伴终生。留下这句话，汉亚陡然松开手，转身离开屋子。涂炫若环抱着自己，瑟瑟发抖。涂炫若端着粥走进来的训警，刚进店内便瞧见他如此模样，掌间魔力翻涌，为他平息着疼痛。抱歉。训警轻捻着衣袖，轻柔地替涂炫若拂去脸上残余的泪水。是我对不住你，我不该自作主张告诉他。我以为李九明
迅姐，涂炫若环抱着自己，瑟瑟发抖。涂炫若端着粥走进来的迅景，刚进店内便瞧见他如此模样，掌间魔力翻涌，为他平息着疼痛。抱歉。迅景轻捻着衣袖，轻柔地替涂炫若拂去脸上残余的泪水。是我对不住你，我不该自作主张告诉他。我以为李九明。迅姐。没等迅景说完，涂炫若睁开满是疲惫的双眼，清冷的眸中夹杂着期许，却更像是最后溺水之人抓着的最后一根稻草。求你，你说。送我走，我要离开。好，我这边送你离开。如何了？涂炫若可同意了？阿离哥哥，你是不是很担忧炫若姐姐？胡说什么？我不过是担心她不愿和离罢了。你大可放心，她同意了。看着手中的和离书，果然涂炫若她巴不得同自己和离。果然涂炫若是真的要同他和离。阿离哥哥，恭喜你终于解脱了。抬手环住李九明的脖颈，一双眼媚眼含波地望着李九明。终于他爱了几近1000年的男人，终于要属于他了。涵涵，他将汉亚的手拿开，看了汉亚半晌，迟疑了许久，终是开口问道：涂炫若她如何了？被李九明拽下来的手紧攥成拳。你问炫若姐姐啊，她气色不错，要么也说她无甚大碍，今日便可离开。没事。他明明记得那日迅景将涂炫若带走时说他即将身陨，怎么便没事了？李九明心中尽是疑虑。阿离哥哥，我原本以为你们成婚500年，炫若姐姐按下手印时会有不舍，她竟是没有丝毫的迟疑，想都不想便按下了手印。他抽回手，烦躁地捏了捏眉心。还有，炫若姐姐让我同你说一句话。什么？她说她只愿与你再无联系，最好死生不相见。那一刻，李九明好像听到什么东西碎掉的声音。今日的魔界变天冰寒，像极了极北的苦寒之地。涂炫若身上披着红色的斗篷，整个人裹得极为厚重。过了这片荆棘林，便是妖族的地界了。我身为魔界大巫，不便踏灵。你现在不比以前，万事要小心。迅景本是想要送涂炫若回去的，于他而言，其实不过是一个传送术的事情。可魔界的任何动静都逃不过李九明的眼睛，所以涂炫若拒绝了。妖族，我有朋友，已同他传了书信，会照顾你。迅景抬手拂去涂炫若头顶的雪花，细心叮嘱着：放心，我可以。侧身看着眼前的男人，原本清朗的眼眸浮上抹红。迅姐，我欠你良多，只是可惜，怕是没有机会还了。别胡思乱想，你不欠我。看着近在咫尺的荆棘边界，他之所以这么做，许是为了李九明若是日后有所悔悟时，不用那么难过，不用那么难过。他之所以这么做，也许也是不让自己的心那么难过。荆棘林过了，我该走了。照顾好自己，若是需要什么，用通信告诉我。涂炫若迈出步子的那一刻，他是笑着的，只不过这笑竟比泪流满面还要更加的苦涩。再见了，承载他满满血泪的魔剑，再见了，再也不见的李九明。身子穿过结界，再无声息。阿离哥哥，今日留在这里可好？涵涵，今日你一人宿在这儿，我已经吩咐魔士好好伺候你。阿离哥哥，你答应过我会一直陪着我的。涵涵乖，我还有些事要处理，我明日再来看你。他顺势环住李九明精壮的腰腹，将头靠在他胸口，男声道：可汉亚无时无刻不想陪着阿离哥哥，汉亚想照顾你，阿离哥哥，你便带着汉亚一起吧。哎呀，不行，我要去见涂炫若。李九明这话一出，直接顿住。他茫然不解，他为何会说着这般话？他又为何会忽而想起涂炫若？李九明心中果然还是有涂炫若的。我还有事要同涂炫若清算，断不能让她如此轻易的离开。那女人心狠手辣，我是怕伤了你。涵涵乖，好生在这等我回来。他好不容易才将涂炫若赶离李九明身边，怎么他又住进了他心里？他好不容易才住进了魔宫主殿，怎么不过几日时间，他又被送回这偏殿？他绝不允许到手的东西跑掉。殿外雪花漫天，他看着紧闭的大门，却忽然间生了惧怕，有些不敢推开那扇门。李九明抬手，6瓣雪花便落于他指尖，晶莹冰凉。若是他没记错的话，初雪之后
便是涂炫若的生辰。往年这时候，他便会央着自己同他一起吃那碗长寿面。魔君陛下，下去吧。魔士颤抖地跑远，李九明也从对涂炫若的回忆中彻底地回了神。李九明收敛了魔力，整个人如同平凡人类一般站在原地。萧瑟的冷风吹打在身上，整个人瞬间清醒了几分。李九明一把推开店门，主殿的景象陌生又熟悉地展现在他眼前。那日涂炫若被训警带走后，他们便都不曾回来过。是以这寝殿还保持着当日的景象。屋内一片漆黑，不见一丝亮光。曾经涂炫若在时，不论他何时归来，这殿内总是会给他留下那么一盏光亮的。可如今再没有人会如此做了。李九明抬手挥了挥衣袖，整个寝殿霎时被昏黄的烛火照亮，抬步朝着里面走去。屋内陡然升起的荒凉感让李九明很不适应，没有往日的温情，不似家，更像荒废许久的野屋。不远处的鲜血留下的黑色痕迹映入眼帘，可李九明想起的却不是楚楚可怜、满身伤痕的汉亚，而是满脸苍白的涂炫若。他这般是在做什么？他从怀中拿出那张和离书，上面明晃晃的指印，似是在嘲讽他。都和离了，为何还要想起他？都和离了，为何还要想起他？李九明将自己置身在床榻之上，似乎只有这里还存有涂炫若的微薄气息。他的脑中一起同涂炫若的种种，他的故意刁难，他的全部容忍，他的冷嘲热讽，他的委曲求全，他的强取豪夺，他的勾身承受，可终究是不一样了。李九明忽而暴起，怒气蔓延，魔气升腾，一间完好的寝殿霎时成了废墟。训警进来时，正瞧见李九明左拥右抱，好生逍遥。阿离，今日怎么想起寻我出来吃酒？训警走到李九明对面落座。自然是有好事，才要来放纵一番。训警闻言顿了顿。好事？哪件好事能让阿离如此心悦？我同涂炫若和离了。那真是要恭喜你了。来，今夜我们不醉不归，我们不醉不归。恭喜魔君，贺喜魔君！魔女们高兴地捧起杯，凑近李九明的唇，静心服侍着。而训警只是僵硬地坐在原地，面前的酒杯从未拿起。训姐啊，在看什么啊？难道我们魔界大巫也春心萌动，看上了哪个魔？今日啊，我可是叫训警陪我吃酒的，你定要陪我喝个痛快，别被其他人吸引了。那就愿阿离日后觅得良人，从不有悔。他的声音随着歌舞声消失，而李九明的心却猛地一颤。得觅良人，从不有悔，当然不会有悔。一把推开身边的魔女，一杯接着一杯地灌着酒。不知过了多久，也不知喝了多少，厢房外已经渐渐回归寂静，屋内的酒坛遍地而是，身边侍候的魔女也早就退下。满是酒气的厢房内，只有依旧清醒的训警和烂醉如泥的李九明。阿离，你感觉如何？训警真是小瞧我了，不过是几坛水酒而已，我能如何？我能如何？阿离，你如今当真快乐吗？训姐，如今我有多快乐，你当真瞧不出？我看你这酒还未吃，便已经醉了。来，我再陪你多吃些，说不准便醒了。你同涂炫若成婚500年，在一起生活500年，你对他当真不曾有一丝情意，哪怕是一点点？训姐，你是在同我说笑吗？你应当清楚，同涂炫若成婚500年，我不过是为了折磨他，报复他。若是我对他有情意，又怎会同他和离？李九明说完，脸上的笑容愈发的僵硬，甚至弥漫上浓厚的苦涩。也是他想多了。若是李九明对涂炫若当真有情意，又怎会在涂炫若最凄惨无助之时，选择弃之不顾，任其生灭？那若是涂炫若身陨了，从此魂飞魄散，消离这天地之间，你也不会有半分的难受吗？你也不会有半分的难受吗？李九明一口接着一口地喝着酒，直到那壶酒再也倒不出酒了。难受？训姐，你可知我巴不得他现在便身陨，别再让我瞧着他。说完这句，李九明便起身，晃着有些摇晃的身子，步伐挥晃地朝着外面走去。李九明啊，李九明，你明明不是这般狠心绝情之人，为何偏偏对涂炫若如此心狠？魔君陛下，
汉亚姑娘已经派人传了数次话了，您是否过去瞧一眼？不去。魔君陛下，您可要换个景点歇歇？涂炫若呢？要我回来，竟敢不等着！随着他的话落，魔氏忽的沉默。李九明在话落之后，也好像意识到了什么，他轻啧一声，站了起身，甩开魔氏想要搀扶的手，摇摇晃晃地走远。李九明躺在纯黑的床榻之上，睡意深沉，倏然只觉得一个温润的唇瓣印在他额头上。李九明蹙了蹙眉，只觉得是梦。柔软的唇瓣划过鼻梁，落在唇齿之间，肆虐婉转。李九明依旧合着眼，醉意未曾消退，随着唇间的触感，浑身发烫，身上陡然传来一人的体谅，唇舌挑动着李九明的心火。李九明一怔，忽而用力上下翻转。李九明合着眼，借着落在唇间的柔软，用力地吻了下去，唇齿交缠，难舍难分。循着熟悉的气息，李九明一路向下吻着，忽而一声娇嗔响起，李九明所有的动作瞬间停住，而后猛然起身。待看到床榻上汉亚通红的脸颊以及眼中的水润之时，李九明只觉得一股怒火袭来。汉亚，怎么是你？以为是谁？这一刻他也想问问自己，刚刚他以为是谁？涂炫若吗？不，一定是涂炫若给他下了咒术。狐族不是一向惯用此法吗？对，一定是如此，不是他的问题。以后不准踏临这间寝殿。而后他转身进了盥洗间，留在床榻边的汉亚怔愣地处在原地，眼底翻涌着满满的怨恨，两行热泪顺着脸颊滑落。阿离哥哥，汉亚不是故意的，只是昨日汉亚寻人传了多次话，你都不曾过来，我便有些担心。涵涵，日后不准如此做了。他定要沉住气，他好不容易才搅得李九明和涂炫若和离，来日方长，他等得起。阿离哥哥，对不起，是汉亚不懂事，让你生气了。涵涵，你不用向我道歉，是我不好，我不该这么凶你。魔族还有些事要处理，你用过饭便好好歇息。那我今晚亲自下厨，给你做些你爱吃的菜，你处理完便早些回来。这种话在过去500年间，那个女人对他说过无数次。还不能确定要何时啊？便转身离开。他俯身坐在屋檐边，冷眼看着下面穿流而过的魔群。一只传音鸟忽而出现在眼前。魔君，今日传了个局，都是些旧事，可要来凑个热闹。旭阳，你今日怎么忽地起了心思？今天来的可都是些灵山时的旧友，好不容易约在了你这魔界，还不赶快过来？成，我这便过去。灯火通明的花檐楼内，一群人或倚或靠，满目亲民地看着乏味的歌舞。李九明进来时，几人已经喝了一阵儿。哟，嘿嘿，可算是将魔君陛下等来了啊，真是不容易啊！哎，来，魔君陛下快上座。李九明有些无奈，顺着他的意思坐了下去。我说，李九明可是我们这一批灵山里如今地位最高的了吧？今日这酒宴可得你掏银子了。来，让我们敬他一杯。厢房中的气氛被虚阳带得火热，李九明也从之前那种状态中回神。几杯清酒进去，在场的人都放松了许多。迅景呢？怎么不见他？不清楚，传音鸟寻了多遍也未曾寻到。去了巫师殿，魔士说他早就出去了。嘿，难道是被哪个魔女拐走逍遥去了？杯中酒空了又续，几番下来都有了些醉意。哎，李九明，听闻你同涂炫若和离了？没错，和离了，正好赶上今日，省得再同你们知会了。哎，是啊，来，正好我们都敬阿离一杯，算是恭贺他终于得偿所愿。既然如此，你同涂炫若和离了，那我也就没什么可忌讳的。多言2句，涂炫若是9尾狐族，天生的美貌，灵山求学时可谓是颇受追捧。重要的是，她不但貌美，性子上也是1等1的良善。想当初，我还曾兴过将人拐回去的念头，只是可惜，她心里头只有李九明，根本不曾看我一眼。你这话说的，阿离长得不知比你俊俏多少，若是我呀，怕是也不会看上你。就是，良善，涂炫若那女人，若是说得上心底良善，那这世间就不会有恶毒的人。你倒是说说看，她怎么个良善法啊？大抵是800年前吧，我们被师傅扔去了虚无之境的事，你们可有印象？那一次，阿离受到凶手暗算，就是涂炫若凭借一己之力将人背下来的。怎么可能？以李九明当时的身量，涂炫若那般纤细的身子，怎么可能背得起啊？徐阳，这件事赤霄并无谎话，我也是亲眼瞧着的。你们是不知，那时涂炫若将阿离背下来时，
样子狼狈极了。那虚无之境身处昆仑山之巅，处处危险。等他走出来时，浑身早就血肉模糊。刚将阿离交到我手上，他便晕了过去。徐阳，这件事赤霄并无谎话，我也是亲眼瞧着的。哎，这种事儿我们怎么不知啊？涂炫若不让我们说出去，许是觉得难为情吧，毕竟是个女儿家。坐在一旁的李九明脸上没有一丝表情，只是闷声喝着酒，一个字都不曾说。谁知道呢？想当初我为了讨他欢心，可是想了不少的法子，愣是没叫他动心。他眼里只能瞧见李九明。话说这事我可是记到了如今，求不得也放不下。说完，赤霄怅惘地坐了回去，拿着酒杯猛地喝完。哼，我怎不知何时开始，涂炫若那女人变得如此美好了。涂炫若一直很好，莫不是你眼瞎？赤霄忽地将酒杯砸在桌案上，李九明握着酒杯的手猛地攥紧。魔君陛下怎么不说话？不过如今倒也是好了，您与涂炫若和离，自此男婚女嫁，各不相干。我倒是也有了机会同他续一续这几百年前的情缘。混说什么呢？莫不是醉了？徐阳，我可曾说错什么？还是说我不能去寻涂炫若？李九明放下手中的酒杯，只听得咔嚓一声，原本那完好的杯子竟是随着他手的离去而瞬间炸裂。赤霄，你若是想，自然可以去做。不过涂炫若好歹是九尾狐族唯一的后人，我李九明曾经的魔后，仅凭你这区小魔身份，怕是连给他提鞋都不配。回魔君陛下的话，昨日打扫偏殿时寻到了不少魔后，是涂炫若殿下。怎么？偏殿不知道为何有不少涂炫若殿下的旧物，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便尽数收拾在了一起。陛下，您可有什么安排？待触及到几样曾经确实在涂炫若身上见过之物，李九明的身子不由得一颤。且放着吧，本君会处理。李九明说完，挥袖便将地上的东西尽数收进了须弥袋，而后抬步离开了魔宫。偌大的魔宫大殿，李九明坐在魔君椅上，翻看着眼前成叠的奏章，却是一个字也看不进去。自从和离之后，他便再也没有听闻过关于涂炫若的消息。涂炫若那女人，当真如此洒脱，当真如此舍得？如今他人都走了，他的物件凭什么要他来存着？想到这，李九明果断幻化出通镜，掐诀要同涂炫若联系。可时间匆匆，通镜却没有半分反应。不论如何，涂炫若的东西，他今日定是要让他拿走。等到他到青丘之时，才发现原来不止魔界，就连这儿也是满目的白雪皑皑。李九明看着近在咫尺的屋门，猛地停下了脚步。涂炫若那女人，如今便在其中吗？哼，她不过是来归还东西的，抬手便要推门。魔君陛下，你为何会在此啊？本君来寻涂炫若，有些物件要还给他。不过既然你还在，那便由你给他吧。涂炫若殿下不在青丘，也从未回来过。自那一战之后，便再没有过主人。涂炫若从未回来过？确实如此。他同涂炫若和离已然多时，若是不曾回青丘，那他会去何处？魔君陛下，小老儿不知你为何会来此寻殿下。若是你们办了口诀，还望魔君陛下别放在心上。殿下心肠好，不过就是倔强了些。我们青丘的殿下刚生下不久，便失去了父君和母后，一直被胡帝他老人家带在身边。如今成婚500年了，殿下能如愿同魔君陛下在一处，小老儿自是为他高兴啊。如今胡帝也身陨了，小老儿自知时日不多，还望陛下能善待他，毕竟他除了您一无所有了。回到魔界时，天色已然入夜，他惶然地走进寝殿。李九明浑噩地将自己摔在了床榻上，手掌一翻，整个寝殿便燃起星星点点的烛火。属于涂炫若的东西，此刻随着他的魔力，尽数漂浮在李九明眼前。一把折扇，一件外衫，一只发簪，这些其实都是涂炫若做给他的。曾经他如献宝一般捧至他面前，可惜他从未正眼瞧过一眼。玉珏，犹豫了一番，还是分出了一抹神石，探进了玉珏之中。他身子一软，从床榻上跌落，他
瘫坐在地上。整整500年，汉亚都是在装疯卖傻的欺骗他。李九明倏然回过神来，意识到最残酷的不是汉亚欺骗他整整500年，最残酷的却是他平白无故的冤枉、责怪、羞辱、折磨了那女人整整500年。默默最擅长寻人，这些均是涂玄若曾用过的物件。最晚明日，本君必须知晓他的去处。是，魔君陛下。李九明径直走进寝殿，看着躺在床榻之上好眠的汉亚，耳边倏然想起玉珏里听到的一切，突然只觉得一阵陌生。哈离哥哥，你怎的在这儿？既然醒了，便同我去个地方，本君在殿外等你。哈离哥哥，你这是要带汉亚去何处？涵涵，你这虎眼咒有段时日不曾发作。是啊，也许是近日魔力充裕，能够压制虎眼咒的发作了，所以才许多时日不曾发作吧。而当他话音落下的那一刻，魔兽也停在了一处府邸前。哈离哥哥，这是哪儿啊？你带我来此处是做什么？虎眼咒困了你500年，本君本也以为无术可解，偶然听闻林松君常年醉心于狐族巫术，前些日子正不巧得了破解之法，本君便带你来瞧瞧。早些将你这咒术去了，你也好少受些苦难。不，我不怕苦难的，哈离哥哥。更何况如今我的魔力已然可以压制虎眼咒了，就更无需麻烦林松君了，不是？就当汉汉求你了，哈离哥哥，你知晓我害怕见生人的，更何况还要叫他瞧病。哼，你这般害怕是做甚？莫不是做了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不，我没有，我不，哈离哥哥救我，汉亚不要死，涂玄若，你走开，你们都别过来！哼，他掌心魔力翻涌，直接将挣扎的汉亚捆绑起来，扔进了洞府。不，哈离哥哥救我，我不要！许是汉亚的声音太过吵闹，林松君刚一露面，便直接一个挥袖将人弄晕了过去。他看着手中已是这些日子数不清换的多少块铜镜，只觉得满心疲累。魔君陛下，李九明迅速回神，看向铜镜。涂玄若殿下的事查到了。他人在何处？魔君陛下，您在何处啊？这件事还是同您见面说比较好。李九明当即便将林松君洞府所处的地方告知了曲阳。也在这时，林松君抽回了神识，看了眼还在昏迷的汉亚，起身对李九明道：魔君，想知道答案吗？李九明没说话，只是看着林松君。罢了，不逗你了，他根本就没有中过虎眼咒。林松君的话落，李九明没有半分的意外，而如今搅动着他心绪，让他难以安宁的是涂炫若，他究竟在何处？李九明有些坐立难安，倏然站起身，闪身出了洞府，甚至不曾看过汉亚一眼，脑中这500年来的记忆时闪时现。魔君，你查到了什么？我去了鬼界，借了昆仑镜，这是我存下来的有关涂玄若的所有过去。阿离，你当真要看？李九明喉咙一紧，咬了咬牙，分出一抹神识探入玉诀。活不过100年。旭阳，你当真不曾瞧错？阿离，那是昆仑镜，断不会出错，这是真的。他再次分出神识，进了玉诀。可是眼前的一幕幕，迅景的一句句话，涂炫若落下的一滴滴泪，化作一把把利刃，狠狠地刺进李九明的心，眼泪氤晕了眼眶，最后缓缓流下。李九明一掌拍在了石柱上，一下又一下，不见魔力，唯有血肉之躯。哎，阿离，你如今这般又有何用啊？涂玄若的下落我也找人寻到了，离开魔界之后，他便穿过了荆棘林，回到了妖界，如今在昆仑山上静养。李九明闻言一愣，而后当即便要寻去。阿离，你做什么？我要去寻涂玄若，立刻便去。徐阳，我不能再等下去了。哈离哥哥，刚刚醒过来的汉亚浑身虚弱的扶着石壁，远远地站在洞口处，满目委屈地看着李九明。500年，整整500年，他便是用这样的神情困住了他，
将他禁锢在他身旁。哈利哥哥，我们回家可好？林松君，汉亚500年来深受虎眼咒折磨，痛不欲生。您对此道颇有研究，如今我将它交给您，请您务必将这咒术去除。不，哈利，你不要丢下我，你说过会一直陪着我的。可还未动作，便被定在了原地。汉亚拼命挣扎着，眼泪模糊了双眼。徐阳，吩咐个魔士好生看着。林松君，这人便交于你了。说完这句，李九明头都未回，飞身离去，抬眼望着高耸入云的山峰，涂炫若就在上面。被他弄丢了的涂炫若而后沉了一口气，一步步地向上攀爬着。99999层阶梯，每一步都是脚踏实地。李九明不知他走了多久，只是到达山门处时，他已经浑身麻木。来者何人？魔界李九明啊，原来是魔君陛下。不知您不远千里来这昆仑有何要事？李九明没有回话，依旧看着大门，一语不发，意味却是明显。脑海中忽然响起一道声音，叫他放行。门童虽是心有不愿，却也只能退到一旁，将路让开。他紧紧地盯着躺在槐树下脆弱无息的身影，一时间有些茫然。那是涂炫若吗？那道身影就那般安静无声地躺在那儿，满身疲惫。他想要上前将那人揽在怀中，却在步子将要迈出的那一刻霎时停住，因为他看到了一个人。怪不得自那日花岩楼后便寻不见迅景的行踪，他原来是在这里。可是他为何会在这儿？只见迅景朝他所在的地方望了一眼，而后俯身不知同涂炫若说了什么，竟是直接将人抱起转身离去。等他回过神来再想要追上去时，已是寻不见两人的行踪。昆仑山内禁用法术，李九明没有办法，只能一间一间地寻了过去，直到在角落中同那个熟悉的面容打了个照面。迅景，魔君陛下来此有何贵干？我来寻炫若。哼，都已经和离了，还来寻他作甚？今日发生了许多事情，我来此是为了瞧瞧他，想知晓他过得如何。若是如此，那魔君陛下可以请回了。他很好。迅景，魔君陛下，你不觉得如今的愧疚来得有些晚吗？你为何不早些过来？你既然会后悔，为何不是在我告诉你炫若病情之时？又为何在我同你说那些时，又说出那般的话？李九明却只能沉默。他要如何说？难道说他根本不知道涂炫若妖魂碎裂，也不知道自己误会了他500年？还是说他根本不知这1000年他折磨的他有多苦？迅景，你可否带我去见他一面？只一面。我有许多话想同他说。已经晚了，他不愿见你。他同我说，与你死生不相见。迅景，昆仑山的雪景你见过吗？不曾。接过迅景手中的汤碗，看着其中剔透的汤水，涂炫若的眼中划过某抗拒，可最终他还是一勺接着一勺地喝了进去。等下带我出去瞧瞧吧，我很久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雪景了。他接过涂炫若手中的汤碗，转身收拾道：不如等下次吧，眼看着……我还会有下次吗？抱歉，迅景，我寻不到法子，也不知该用什么方式谢你。他走上前，抬手拭去他眼角的泪珠。傻丫头，你若是真想谢我，便好生活着，日后也莫要再说这般的话。涂炫若闻言眨了眨眼，睫毛在他的掌心扫过，带来丝丝的痒意。他不适地收回手，退开2步。过些时候，等雪积得再厚一些，我再带你出去。涂炫若点了点头，慢慢挪动着身子躺下。再有意识时，涂炫若却只是闭着眼，不曾睁开。不是他不想睁开，而是不能。涂炫若胡思乱想着，忽然周身传来一阵温暖，鼻尖划过那人的衣衫，传来一道令他熟悉却又陌生的味道。这半月来，他每次入睡后总有这样一个怀抱将他拥入怀中，而每次他都是紧闭着双眼，不曾睁开。他不曾后悔这1000年来经历的所有，却只是有些累了，也觉得够了。悠悠转醒时，他望着窗外积了厚厚的一层雪，弯了弯唇角。身旁床榻边的冰凉，只有上面的褶皱坦明了那人曾经来过的事实。涂炫若撑着早已经麻木的双臂，
慢悠悠地从床榻上起身，走出了房门。凛冽的东风吹打着他单薄的身子，像极了随风摇曳的柳枝，一步步走着。漫天的飞雪将昆仑山尽数覆盖其中。抬手试图去接天上的雪花，却不想就是这一抬眸，便瞧见站在不远处的那道身影。终归是再见了。整整1个月的时间，他本以为他明白了他的意思，不会再出现，可终究……涂炫若心中闪过抹烦躁，漠然地收回手，转身。李九明跟在他身后，一眼不眨地看着他的背影。千年，他听惯了因果，却从不相信。可如今，他信了。他曾经亏欠、伤害他的，如今尽数还给了他。涂炫若不知李九明想的是什么，只是觉得后背那道目光越来越炙热，而他的步子也越来越沉重，连带着整个人都踉跄了几分。李九明看着满目心疼，却不敢上前，他怕极了。他会将他一把扶开，用那种漠然的目光彰显着他的狼狈。涂炫若一步步挪着，不知何时，竟是觉得那股子沉重灰飞烟灭。他依旧走着，只是他看不到的是，那副孱弱的身体不知何时化成了一只九尾白虎，僵硬地倒在了雪地之中。李九明怔然地看着，而后俯身，缓缓伸出手，将那一抹白色揽入怀中。雪若。迅景看着那个高坐在魔君军椅上的男人，神色难辨。自从万年前涂炫若在李九明眼前灰飞烟灭，他就甚少开口，如同一个提线木偶一般，每日只是处理着魔族事务，而后抱着他留下的物时，一坐便是整日。你还是不肯放下吗？回答他的如万年间一般无二，只有沉默。李九明，你既然这般想着他，当初你又何必做出那些事来？是啊，一切不过是我咎由自取，是我弄丢了他。可是迅景，我从未想过，这一丢便是永世，这一丢便是永世。迅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也再说不出什么责备李九明的话。毕竟涂炫若的死，于世上所有人来说，怕是都伤不过他。魔君陛下，让自己活得好一些吧。你现在的样子，若是炫若瞧着，是会心疼的。心疼，那已经是他不敢奢求的东西了。他如今希冀的不过是涂炫若还活着。迅景月白色的身影渐渐消失在空寂的大殿。李九明看着逆光的殿门缓缓合闭，他的心门也随之紧闭。东海禁地，迅景走进冰棺，看着其中熟悉的容颜，叹了口气。万年前涂炫若身陨之后，他只来得及留下一魂胎光，存于灭世黑莲之中，养于东海禁地，才得以保全。炫若啊炫若，你是不愿醒吗？终是转身离去，却忽略了冰棺内涂炫若颤动了一下的手指。迅姐，抱歉，再给我些时日，让我再想想。当日他本以为他会就此消弭于天地，却不想迅景竟有如此逆天法力将他救活。涂炫若起身踏出冰棺，却听得不远处一阵声响。他回身望去，刚好和走进来的迅景对视了个正着。炫若，你终于愿意醒了。不过既然已经如此了，他也不能再躺回去，不是？迅景，好久不见。确实，好久不见。剑魂的事，多谢。日后若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定不推辞。既然醒了，有什么打算？回去青丘看看吧，许久不曾回去了，有些想迷谷了。是该回去看看。迅景说着，目光却是没有离开他身上。迅景，我知道你要问什么，可你也该明白，这么些年我不愿醒，就是不愿应对这些事。可你也该明白，这么些年我不愿醒，就是不愿应对这些事。如今我只是想安静的过活，除却九尾狐族，一切我都不想管了。那李九明呢？迅姐，你忘了，如今的我不过是黑莲形成，无心无情。你说的那人早已是万年前的事了，又与现在的我何干呢？是啊，黑莲化形，无情无爱。炫若，既如此，那些记忆也都忘了吧。涂炫若闻言，先是一愣，而后抬眸对上迅景心疼的目光，沉默了半晌，最终勾起丝丝的笑意。好啊，
那训锦，你帮我吧。训锦看着涂炫若脑海中关于李九明的一切，手指绝咒变化，竟是将涂炫若所有的记忆一并除去，徒留他遇见李九明之前的。神识归位，训锦看着昏过去的涂炫若，轻声道：炫若，去过你该过的生活吧。魔界魔宫，李九明按着胀痛的额角，听着下面魔族大臣的争吵，只觉得烦躁非常。他暴怒而起，身子却忽然晃了晃。陛下，陛下，陛下！在李九明扯开虚空踏离之时，化为了惊呼叫喊，可也只能是站在原地，看着空无一人的军营叹气。东海海境，李九明站在海上，脚底是波涛汹涌的海水。轩若，轩若，你在哪儿？轩若，你是不愿见我吗？而后整个人像是失了气力一般，就那么从云端坠落，沉入东海。东海境地，训锦，那人是谁？他识得我？训锦手一挥，将水镜打散，转头看向涂炫若。醒了？刚醒。不过刚刚那人是谁呀？他换的人好像是我。李九明，魔界魔君，也许是你幼时跟在胡帝身边见过吧？训锦，爷爷和我胡族众人可是亡于他手。是，不过轩若，那些事情已经过去了，你爷爷想要的不过是你活得安稳而已。你别多想，我知道事情的轻重，更何况已经过去万年，我便是再寻仇又有何用？我唯一不甘心的就是没能见着爷爷最后一面罢了。对了，我们何时离开？现在，我送你回青丘。训锦说着，拉过涂炫若的手，指尖掐诀，闪身离开。却不想两人刚刚出了东海境地，竟是与突然而至的虚阳撞了个正着。训讲，你怎么啊？你还活着？你是梦魔虚阳，你不记得我了？这件事阿离可晓得？虚阳，我要送炫若回青丘，有什么事等我回来再说。训锦说着，拉着涂炫若闪身而去，可虚阳却是再次拦在身前。不急着一时半刻。你打不过我。不急着一时半刻。你打不过我。你是上古大巫后裔，我自是打不过你，可是阿离呢？所以训讲，在我没将事情告诉阿离之前，你最好说清楚。而且你别忘了，他是阿离的。许阳，你，训讲，你别忘了，你是阿离最亲近的人，你怎么？九明就在东海，许阳，让开。虚阳闻言沉默了一瞬，而后让开了路。训讲，我等你的解释。训锦闻言，脖子一顿，点了点头，飞身而去。待李九明寻来之时，东海境地已然空无一人。青丘，涂炫若和训锦站在门前，看着落满了灰尘的洞府，哑了声息。万年间，他不曾踏临青丘，自然是不知迷谷竟然已经魂归虚无。你没事吧？没事啊，只是感觉有什么堵在心口，怪不舒服的。训锦哑然，是啊，涂炫若无心，自然不知那种不舒服叫做伤心。人界，等一下，等一下，我要一串这个。挑了串最圆最大的糖葫芦，朝着人流聚集处蹦了过去。让一让，让一让啊！涂炫若踮着脚，却什么都瞧不见，转身闪了出去，趁着人不注意，隐了身影。这位施主，出家人不打妄语，贫僧未曾拿过一文钱，你为何要污蔑贫僧呢？我呸！涂炫若皱了皱眉，手一挥，眼前便显现出之前这里发生的事情。施主，贫僧该说的已经说了，这银两是家师给小僧路上用的盘缠，并非是店家的。您若是实在纠缠，不如唤来官府中人断个清楚如何？哼，谁不知道官老爷对你们佛门子弟一向宽厚，你根本就是有恃无恐。那施主想要如何？哼，将银子还给我们。孙魔边闪现手中，朝着店小二就挥了过去。哎呀，和尚，你还敢伤人？不是贫僧，出家人慈悲为怀，贫僧怎会出手伤人？这，关和尚什么事儿？这鞭子是本姑娘打的。关和尚什么事儿？这鞭子是本姑娘打的。怎么着？就许你污蔑和尚，不许本姑娘行侠仗义？店小二，你真以为本姑娘不知道店家丢那银子，现如今还在你腰间藏着呢？手干净了吗？就敢栽赃和尚，真不怕晚上人家佛祖来找你呀？你胡说八道！众人一看便心知肚明是怎么回事，当即纷纷嚷嚷地斥责了起来。涂炫若瞧着，连忙拉着和尚跑出了人群。
谢施主救了小僧。举手之劳。不过和尚，我听那店小二叫你玄若。是，小僧是灵渠寺僧人，拜入师父门下，刚好是玄字辈。师父给小僧取名玄若，是要小僧记着。停，我就问你一句，你解释的倒是多。我们有缘，我也叫炫若，不过是渲然若气、清若丽那2个字。你这是要去何处？贫僧奉师父之命，从灵渠寺一路宣扬佛法，如今要去离安城。离安城？这离安可有什么好玩的、好吃的？小僧不知，不过听香客们说起，离安城自开国以来便有乞巧的习俗，宴宴极其有趣。算算日子，刚好是这2日。乞巧？涂炫若呢喃这2个字，而后猝不及防拉着玄若的衣袖，朝着刚刚玄若所指的方向而去。施主。小二，上等房2间，2道素菜，1道卤牛肉，再来1壶若夏春，这是赏钱。哎，好嘞，2位客官，您等好吧。施主，贫僧……玄若一开口，就被涂炫若塞进了一块糕点。和尚，你已经念叨了一路了，本姑娘知道了，你们佛祖不会晚上出去吓人的，那是鬼魂的差事。施主，贫僧想说的是，我佛慈悲，一草一木皆为生，施主不该吃卤牛肉，更何况佛祖有云。停，和尚。你要知道，这吃肉呢是本姑娘的天性，改不了的。再说了，那牛还吃草呢，我吃它怎么了？端过小二刚拿上来的卤牛肉，便是一口。和尚，我跟着你宣扬佛法如何？我跟着你宣扬佛法如何？施主，你为何要跟着贫僧？你有趣啊！我活了这么久，还没见过你这样有趣的小和尚呢。要知道，灵山那些和尚一个个的不知道有多傲气，哪有你可爱？施主，宣扬佛法是很严肃的事情，贫僧知晓您不信仰佛祖，可是您不能拿这样的事情开玩笑。涂炫若眨了眨眼睛，一时语噎。施主，佛祖有云，一切皆流，无物永驻。贫僧与施主道不同，今日便就此离去了。朝涂炫若行了个合手礼，便转身离去。涂炫若瞧着，无奈地叹了口气，追了出去。客栈角落，涂炫若，你竟然还活着！小和尚，涂炫若将人用术法定在原地。你跑什么？不就是说了2句你不爱听的吗？怎么这么拗呢？玄若没说话，只是闭着眼不去看涂炫若，嘴里还振振有词地念着佛理。我好久没来人界了，好不容易碰到你这么个合心意的，自然要与你同行。不过你要是不愿，我也不会逼迫你。但是说好了，我放开你，你不能再乱跑了，你不能再乱跑了。手中绝咒轻捻，便将人放了开来。你不是人？我忘记说了吗？我当然不是人族了，我可是……拽过玄若躲过暗处射来的箭矢。谁在那？怎么，这才万年不见，魔后就忘了我是谁了？什么魔后？你莫不是认错人了？本姑娘乃是青丘九尾狐族，速速离去，我便不与你计较今日之事。哼，认错人了？我认错了谁，也断不会认错了你啊，涂炫若。那人的身影从林中显现。汉亚，你我不过是灵山求学时泛泛之交，今日为何对我下如此杀手？你都不记得了？我该记得什么？哼，你竟然忘了，我因你受了那般苦楚，可你竟然忘了。涂炫若，你怎么敢？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我之前受伤睡了万年，有些事着实记不清了。不过你刚刚说什么魔后？不如你将过往的事说一说，也许我就记起来了。你当真想知道？他不想，怪不得前些日子林松君寻来了魔祖，原来是要人跑了。汉亚，你是想我抓你回去，还是现在离去呢？汉亚闻言咬了咬唇，恨恨不甘地看了眼涂炫若，甩袖离去。他转过头，没有看涂炫若，目光倒是在玄若身上顿了顿，若有所思。迅姐，我不会动他，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件事。何事？除了我，无论任何人同你说起有关你过去的任何事，你都不能相信。迅姐，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不是我，是你自己不愿记得，这是你自己的选择。所以玄若，除非我同你说起，否则任何人说的你都不能相信。我答应你。那他呢？他刚刚说我是什么魔后，你不是说是魔族灭了青丘狐族吗？我为何还会嫁给他？他骗你的，你不是，魔后早就死了，你只是涂炫若而已，你只是涂炫若而已。而后手腕翻转，掌心浮现一朵黑莲，这是父神留下的那株黑莲，你沉睡万年，
虽得造化有了神格，可终究神力低微，将他赠你也算是护身。迅景说着，将黑莲送入涂炫若掌心。迅景没有告诉涂炫若，他万年前曾身死，如今是黑莲化生，只让他以为他万年前受伤沉睡。那个和尚身上是有缘法的，你若想在人间待着，同他在一处也不错。迅景说着，抬手附上涂炫若的头。炫若，照顾好自己。迅景的身影便消失无踪，刚刚头顶的触感好温暖。和尚，你先回去，我过些时候来寻你。之后便追了上去。而刚刚踏进魔界的迅景抬手拦住袭来的一掌，后退了半步，看着来人道：你怎么？迅姐，你怎么走得这般快啊？我忽然想起。迅若。李九明伸出手想要将涂迅若抱进怀中。魔君陛下，迅景同我说过你，可再怎么着，你我不过是点头之交，这迅若不是您能换的，你我是同辈，按着身份，您何该称我一声青丘女帝？你对他做了什么？迅景闻言淡淡的扫了眼，而后拉过涂迅若的手。魔君陛下，时候不早了，迅景该带迅若离开了。站住！魔君陛下还有什么想说的？迅姐，她是我妻子。魔君陛下怕是吃酒吃醉了，迅若受伤沉睡多年，不曾婚嫁。至于魔君陛下的魔后，早就深远在昆仑山上了，如今魔后的坟冢还在魔宫立着。陛下若是忘了，不如回去瞧瞧。迅姐，我们走吧。李九明看着涂迅若拉着迅景的手，他掌心魔力翻涌，直直拍向二人紧握着的手，厉声道：你们别想走！魔君陛下，你可知自己在做什么？你是要魔族同巫族开战吗？迅姐，是你不义在先的。你有完没完？我都说了，我不认识你。涂迅若掌心神力翻转，一掌拍开了拦在身前的李九明，他想要杀他，为了另一个男子，而那个人还是他视若兄弟的迅景。迅若，我们走吧，和尚不是还在等你？站住！阿离，有些事强求无用。他看着涂迅若，缓缓走至他面前。迅若，你当真不识得我？怎会不识得？魔君李九明灭了青丘狐族满门的仇，迅若不敢忘。迅若，你先回人间，过些时候我去寻你。可是他……放心吧，迅若，我没事，魔君也不会真要了我的命。看着迅景眼中的笃定，终是点了点头。如果你敢伤迅景，穷尽黄泉9天，我也不会放过你。话落，涂迅若的身影便消失在二人眼前。这万千年来，他头一次说要杀了我，不是为胡作，不是为他自己，却是为了你。迅景，你真是好大的本事啊！阿离，若我是你，便不会再去纠缠迅若。纠缠？涂迅若是我的妻，我若是不愿，纵使合理，他也只能是我的。纵使合理，他也只能是我的。可他已经因为你的不愿死了一次。阿离，他不是从前的迅若了，他不会再爱你。你怎知不会？若不是你对他做了什么，他怎么会忘了我？李九明掌心魔力翻涌，钳住迅景的咽喉，声色狠厉。因为如今的他不会恨任何人，也不会再爱上任何人。魔力消散，他冲上前攥住迅景的衣襟。什么叫再也不会爱上任何人？你这话是何意？阿离，迅若当初魂飞魄散，你以为我是怎么将他救活的？黑莲化形，魂魄重塑，记忆抽离。魔君陛下，如今的迅若早不是那只爱你入骨的九尾狐，而是一株无心无情的莲花，莲是没有情丝的。你觉得现在的他要如何爱人，又如何爱上你这个灭族仇人？李九明失神的退走，脚步踉跄，哪还有当初一夫当关的骁勇，活像一个失去控制的假身。阿离，为了迅若好，也为了你自己，放弃吧，至少他还活着，不是吗？我话尽于此，你好自为之。闪身离去。施主，七巧灯会要开始了，你不出去瞧瞧吗？可是他现在满脑子都是迅景的安危，对启灯会的兴趣早就淡了。不去了。玄若闻言点了点头，复又开始念起了佛经。和尚，你说这一个人为什么想要杀另一个人呢？施主，命由己造，相由心生，你想知缘何，自是要问问那想要杀人之人才是。这人间的话本子总是说什么深入骨髓的情啊爱啊的，可是本姑娘却是半分也体会不到。和尚，你说这人为什么又为了旁人做出那般选择啊？施主，情爱之事贫僧不知，不过师父曾说，若想明白，须得亲身体会才是。亲身体会？谢了和尚，我知道该如何做了。迅若，迅姐，你没事吧？忙起身上前，拉过迅景坐回了椅子道：他没有为难你吧？没有，
倒是你，刚刚在说什么？却被涂炫若接下来的话吓得打翻了茶盏。你刚刚说什么？我说我要入世。这些时日听了那么些话本子，我总是要感受一下他们口中的情爱到底是何物。口中的情爱到底是何物？迅景沉默地将茶盏放回桌上，指尖微动，定格了时间。涂炫若看着一动不动的四周人群，你不准？不会，炫若决定的事我不会阻拦，但你可否告知我，为何会那般在意情爱之事？因为我总觉得相比你们，我好像缺了些什么。人们总会因为各种事情心生波澜，可我却不会。就连你同我说起灭族之事，我也不过像个旁观者一般，就连他们说的那种报仇的想法都不曾升起。迅景，你不觉得我这样很奇怪吗？他曾深允之事，他还是不愿他知晓。你沉睡前的年纪也不过是个孩子，哪能知晓其多？既然你想知晓情爱的感觉，便封了记忆与神力入世。司命那边我去说。那我去买些画本子，你一同带去给司命。我的命格他定然要写得曲折复杂些的。抬手轻敲了一下涂炫若光洁的额头，道：傻子，你看的那些画本子都是司命写出来的。涂炫若闻言鼓了鼓嘴，嘿嘿一笑。涂炫若闻言鼓了鼓嘴，嘿嘿一笑。好了，你是第一次入世，我给你留下有关和尚的记忆，之后你便跟在他身边，省得你人生地不熟的平白受些苦楚。迅景说着，指尖绝咒变换，封了涂炫若周身神力与记忆，而后隐了自己的身形。和尚，你发什么呆呢？走啊，说好的陪我看灯会的。隐去身形的迅景看着两人相握的手，眉心微微皱了一下，而后传音将涂炫若入世的事情告知了玄若，便转身离去。哟，这是什么风将大巫吹过来了？司命，炫若入世的事你应当知晓了。所以呢？司命闻言停下笔。你是大巫，应当明白，从黑莲化形伊始，他的命格便不是我能掌握的。只是人事也不成吗？当初炫若还是九尾狐之时，我还能更改一二。可你逆天改命将他救回之后，他的命格早就是一片空白了。手一挥，将涂炫若的命格本拿了出来。迅景接过，看着上面寥寥几句话，眉心紧锁。这是？眉心紧锁。这是？他醒过来时，这话便出现了。黑莲化生，那是神，我不过一个小小的司命，难道还能和天道相争？黑莲化形心不存，簪魂七魄难见全。莫叫情丝色燃起，万般劫难是由生。轻拍了拍迅景的肩膀，道：若我是你，便不会再插手他的事。迅景，别忘了你的存在是为了什么。迅景身子一颤，对上司命那双洞察一切的双眼，心内死寂。放心，我知道该如何做。他站起身，我求你最后一件事，不管谁来寻你，炫若的事情你都不能说。我答应你。看着得到答案便离开的迅景，眸色深深。人界乞巧灯会，小和尚，你说这乞巧灯会意在相亲，可本姑娘怎么没见成双成对的？施主着相了，这乞巧原就是一种祈愿，凡事不可强求，得是缘分，不得则是时候未到。和尚，你说你的红线缠绕的是哪家姑娘啊？阿弥陀佛，施主切勿妄言，贫僧一心向佛，何来红线之说？小和尚，你生什么气啊？本姑娘不就是问问吗？那你说本姑娘的红线在谁的身？啊！小心！玄若伸出手想要抓住涂炫若，可奈何身量轻，竟是被他拽得一个踉跄，也跟着摔倒。涂炫若从地上爬起来，而后将玄若扶了起来，转头看向撞人的人：你怎么走路的？没瞧见这儿有人吗？这位姑娘，你没事吧？我没事，可这小和尚身子单薄，要是出了什么事，你担待得起吗？在下姓魏，名唤子期，家住临安城北魏府。两位若是出了何事，便去那儿寻我，子期定不敢逃脱。这才像话。之后便拉着玄若离开了当场。而这一幕，循着涂炫若气息而来的李九明尽数看在眼里，他的目光落在涂炫若拉着玄若的手上，眼神冷冽。涂炫若躺在床榻上睡得正香，李九明的身影突然闪现在房中，他走上前，蹲下身子，握住他的手。玄若，再爱我一次，好不好？李九明下意识地隐匿了身形。谁呀？涂炫若睡眼惺忪地从床榻上爬起，开门。小和尚，这么晚了有事？施主，小僧刚刚好像听见你房中有男子的声音。涂炫若眨了眨眼，
转回头看着空无一人的屋内。没有啊，你听错了吧？也许吧，不过施主始终是女儿身，出门在外终归是要小心些许。涂炫若点了点头，而后关上了门。看着再次躺在床榻上的涂炫若，李九明没敢现形，只是站在不远处静静地看着。这一站便是天亮。迅景站在一侧，耳边是魔族群臣的争吵。迅景，你倒是说句话呀！许阳，这是你们魔族之事，我不过一介大巫，不敢妄言。而后转身离开了大殿。迅景，你还欠我一个解释！迅景停住脚，转身看着他。涂炫若的事，你不该说点什么吗？说什么？我是巫族，就妖族之人本就是天经地义。许阳，你想要什么解释？涂炫若是阿离的妻子，这万年来阿离过的是什么日子，你应当比我清楚。既然涂炫若还活着，你为何要瞒着阿离？那你当日为何又会放我和炫若离开？许阳，你我都知晓，炫若万年前为阿离受尽了苦楚，我救他不是为了让他再次踏入深渊的。可是阿离爱上他了，不是吗？我是心疼他。可是迅景，论起亲疏，阿离才是我们应当帮的。你怎么不说话？许阳，如果说我爱上炫若了呢？你在胡说什么？且不说涂炫若是阿离的妻子，就是你大巫的身份，也断不能爱上任何人。迅景，你到底在想什么？我也不知我在想什么。迅景说着，转过了身，朝着祭祀塔走去。迅景，许阳，听我一句劝，阿离和炫若的事，不是你能插手的。祭祀塔，迅景刚刚踏进，就瞧见了站立其中的人影。他毫不诧异，径自地走近，坐在了软垫之上。该说的，那日我都说了。阿离，你还来做什么？炫若为何会入室？放下了手中的竹简，轻声道：“自然是炫若想如此。”迅景，你到底在谋划什么？我知是你救了炫若，可她不是你手中的棋子。不管你想做什么，换我替她。阿离，你想多了。救炫若只是我的私心而已，与任何事都无关。对于迅景的话，李九明不知该不该信。毕竟巫族之人至多近妖，更遑论是迅景这般的存在。还有，魔族还有大些事务等着你这个魔君处理。炫若那儿，你最好不要再出现。你在担心什么？这不是你该知晓的。那什么是我该知晓的？炫若活着的事儿你瞒着我，甚至帮着他躲离我。这万年你看着我痛苦，却从不曾透露半分给我。迅景，我还能信你吗？信不信由你。但是阿离，如果因为你的缘故，炫若再受半分苦楚，我不会再留情面。你爱上了他？他抬手推开李九明，别开眼道：“只是不忍而已。”李九明却是不信了。迅景是什么人？巫族之后，而巫族人向来是不在姻缘册上的，就连三生石上也寻不到。可迅景刚刚，你究竟做了什么？迅景眉心一皱，甩开他的手。与你无关。总之，在炫若这一事结束前，你不要再去打扰他。不可能。那你就试试看。李九明，别再做让自己后悔的事。毕竟不是所有事都有补偿的可能。李九明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出的祭祀塔的。他坐在军椅上，那种围绕了他万年的孤寂感陡然而生。阿离，你怎么样？是啊，如果你是炫若，恢复了记忆后，知晓了过往的一切，你还会同我在一处吗？徐阳张了张嘴，答案在口中迟疑了许久，却不忍说出。是啊，他也清楚的，他不会的。可是我怎么甘心？炫若，我才刚刚知道我爱你啊。人界修远寺，涂炫若看着坐在众人之间讲着佛法的玄若，无聊地叹了口气。整整2日，除了吃饭上茅厕，玄若就一直在同这些和尚讲着佛理，而他也足足在旁边待了2日，终是起身走远。涂炫若站在旁边，百无聊赖地朝着水中扔着石子。这位姑娘好生面熟啊！你是？在下魏子基，之前在离安城我们见过。哦，原来是撞人的那个。
不过你不是离安城人吗？怎么会在这儿？常闻修远寺荷花百里飘香，在下也是闻名而来，倒不想在这重遇了姑娘。倒是姑娘为何会在此处？要知道这修远寺上山之路难行，鲜少有姑娘前来祈愿呀。要知道这修远寺上山之路难行，鲜少有姑娘前来祈愿呀。关你什么事？本姑娘想来就来。姑娘不愿说，在下不问便是。那个，我刚刚心情不是太好，话有些不好听，你别介意啊。不会，姑娘说的极是，是在下冒犯了。对了，你可知这修远寺周围有什么有趣的地方？姑娘无趣了？有还是没有？有，不过不在修远寺，在城里。城内有一家饭庄，其中既有舞姬、琴师，还有说书之人，而且饭菜也是一绝。姑娘，你不去吗？多谢公子告知，不过就不与你同行了。看着跪在佛像前诵经的玄若，撇了撇嘴，上前道：“和尚，我寻到一个好玩的去处，快陪我去。”施主，你这是做什么？我都陪你在这寺内待了2日了，你就陪我去城内转转，礼尚往来嘛。那施主不妨等小僧诵完这篇佛经。和尚，眼看着就要申时了，再过一会儿便又到了你做晚课的时间了。和尚，眼看着就要申时了，再过一会儿便又到了你做晚课的时间了。本姑娘若是再等下去，还出得去吗？施主，小僧……怎么，你不愿？不是不愿，只是不知施主为何要小僧一同前去。小僧是出家人，许多去处都登不得，施主一人怕是会方便些吧。一个人有什么意思？小和尚，你哪来那么多问题？本姑娘叫你去就去。涂炫若说着，拉过玄若的手腕，朝着寺外而去。阿弥陀佛，施主请自重。知道了，不拉你便是，你快去跟上。玄若抬步跟上，两人的身影在夕阳中慢慢不见。哼，我当时为了什么走这么快？原来是一个小和尚。涂炫若站在一家饭庄前，仰头看着店名。饕餮楼，这店名怎么这么奇怪？施主有所不知，古有恶兽名饕餮，姓贪婪，传至如今大多用来比作好吃之徒，店名这般也无错。哦，原来如此，希望这儿的吃食配得上这个名字。说罢，抬步走了进去。客官几位啊？2位，要个能视野好的相间。得嘞。店小二应着，引着涂炫若2人上了2楼。客官想要吃些什么？咱们这的卤味味道都是顶好的，梅糕也适合这位客官。在单子上点了几样，便叫人下去了。他透过敞开的内窗看着楼下的歌舞，眸中尽是好奇。小和尚，你说他们跳的是好还是不好啊？阿弥陀佛，施主，贫僧是出家人。哎，这不是魏子期吗？施主，这人你是在何处认识的？你不记得了？他就是那日在离安乞巧灯会时撞到我的那人呢。对了，这还是他给我说的。你们今日见过？是啊，修远寺后面有个荷塘，今日趁你传道时我去看了，正巧遇到他，顺便问了2句。日后你……打开门便瞧见刚刚站在楼下的魏子期。施主，这是……在下魏子期，之前在离安与大师和姑娘有过一面之缘，正巧在楼下看到2位，便想着拼个桌，2位不会介意吧？和尚，你堵着门做什么？不过是拼个桌而已，快进来！还上前拉过玄若坐在一侧。对了，还未请教姑娘芳名。施主，萍水相逢即是缘，姓名几字不过浮云梦幻，何必执着？大师所言极是，是子期着相了。魏子期没再说话，只是目光若有若无地游离在涂炫若身上，心中暗自深思。2杯酒下肚，涂炫若的眼神有些飘忽，而玄若则是一片清明。姑娘，你没事吧？涂炫若摆了摆手，作势要站起身来，却不想脚下一个踉跄，直接朝着玄若的方向栽倒而去。玄若下意识地伸手扶住。施主，天色不早了，贫僧2人便回去了。大师走可以，但是这位姑娘怕是得留下。魏施主此话何意？字面意思，大师可想好了？魏子期走上前，抬手欲揽过涂炫若的肩，却因玄若的一退落了个空。哼，看来大师是打定主意了，那就别怪我不给佛门中人面子。话落，魏子期再次出手，玄若去挡，却瞬间被掀翻，狠狠地砸在地上。原来是妖。大师似乎并不是很吃惊。阿弥陀佛。
施主，苦海无涯，回头是岸。修行道行得之不易，何必因为一时妄念断送了以后机缘？妄念？和尚，你可知他是何人？屠，那是青丘九尾狐的姓氏。得狐心，我便可少修行万年时间，白得万年修为，何乐而不为啊？阿弥陀佛。佛祖有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魏施主又何必固执己见，被一时得失蒙蔽了双眼？既然你这般推崇佛理，那我这就去送你见你的如来。五指化形，指尖锋坠，直取玄若咽喉。他闭着眼，口中振振有词诵着佛经，平心静气地等候着死亡。可是下一秒，却听见魏子期的哀嚎。玄若睁眼望去，就见魏子期紧攥着自身的手腕，倒在地上。你到底是谁？阿弥陀佛，施主，小僧是出家人。和尚，你若是聪明，便自行离去，我不会伤你。但是他，你带不走。阿弥陀佛，魏施主，回头是岸。又是一声佛偈，魏子期心中杀意翻涌，却拿满身佛光的玄若没有办法。好一个佛门弟子！和尚，你且等着。魏子期杀语败退，忍着胸口翻涌的气血，起身将涂炫若扶了起来，放置在一旁的长凳上，自己则是寻了一个空荡的角落，打坐诵经。月落日升，夏夜格外短暂。涂炫若睁眼时，只觉得脑中一片阵痛，在瞧到玄若时，目光顿了顿。他轻巧起身上前：“和尚，小和尚。”施主，你醒了？既醒了，便同我回修远寺吧，还有一日的佛法要讲。玄若说完，慢慢起身。和尚，你怎么了？忙伸手扶住人，坐在一旁。魏施主是妖，若非必要，施主日后还是别再同他往来了。小和尚，抱歉，我……施主，世间种种皆为缘法，这本就是小僧该受的。寺中的师兄弟还在等着。施主，我们这便回去吧。刚到寺门口，涂炫若心神猛地一颤，他推开寺门，眼前的一切让他红了双目。和尚，这……阿弥陀佛！尸骸满地，血气冲天，怎么会？种如是因，受如是果。阿弥陀佛！随即委身于地，早已深刻脑海的往生咒从他口中传出，渐渐萦绕了整座修远寺。深刻脑海的往生咒从他口中传出，渐渐萦绕了整座修远寺。涂炫若静静地站在一旁，不曾言语。二人到寺时不过卯时刚过，离开时却已是申时过半。涂炫若看着修远寺的寺门被玄若缓缓关上，蓦然出声道：“那么些人命就这般没了？”玄若静默地看着涂炫若，沉默相对。是魏子期做的吗？是因为我？这是师兄弟们的因果，是他们该经历的。若是我非人，是妖，又或者也有那般夺人性命的术法，是不是他们就不会死了？至少不会因我而死。施主，冤冤相报何时了？可有时解决仇恨的方式只有仇恨。小僧要向北而行，入中心城，施主有何打算？和尚，你不打算替他们报仇吗？你明知是魏子期做的，施主，知晓如何，不知晓如何。小僧此次下山需要做的，只是宣扬佛法。至于所过之处发生何事，于出家人来说，不过是命中因果。那若是如今躺在那里的人是我呢？倘若死的人是我呢？扯着玄若的袈裟，哑声问道。施主说笑了，你不会出事，所以也不会有如此假设。玄若扯回袈裟，退后一步，行了佛礼道：“时候不早了，小僧该上路了，施主请便。”看着他迎着夕阳而去的身影，头一次没有追上去。你怎知我就不会出事呢？小和尚，你莫不是忘了，魏子期本就是冲着我来的。涂炫若孤身一人行在青石板上，那些因他而死之人的面容，一张一张清清楚楚的在脑海中像是走马灯一样变幻不停，却每一张都清楚异常。哟，这不是涂姑娘吗？你还敢出现？这话说的，
在下怎么就不敢出现了？怎么，那个和尚走了？修远寺那么多条人命，你怎么忍心？他们可曾招惹过你？我自卫也不曾冒犯过你，你又因何想要我性命，还累及修远寺僧人？你不知道，你要杀人，我怎知缘何？你身为青丘九尾狐族，你的心于妖族来说是上等的修为补药，你说我怎么会放过你？你刚刚说我是青丘九尾狐，不然你以为我为何追着你不放？说起来，修远寺那帮和尚我倒是没想杀，要怪你也只能怪那个小和尚，他救下了你，我自然要找些玩物发发怒气，不是？我同你说了这般多，礼尚往来，你也应当告知我你的名字了。涂炫若。你说你叫什么？涂炫若。怎么了？你是涂炫若又如何？你的心我拿定了。魏子期看着被他钳住咽喉的涂炫若，眼中满是嘲弄。听说狐心要活着剖出时最有效用，待日后在下登顶妖族至尊之时，必不会忘姑娘与心之恩的。小和尚，若是知晓白日是最后一次见面，我定然不会同你生气。好痛，原来死是这么简单的事啊！炫若！一声惊呼从远处袭来，可涂炫若却是再也听不到了。他看着空无一物的手和涂炫若空荡的胸膛，满眼错愕。涂炫若竟然没有心。李九明没有看魏子期，只是俯下身试探地伸出手指去探他的鼻息，直到感觉到那鼻下微弱的气息打在指尖，李九明才觉得他活了过来，而不是整个人都僵硬成冰。是你伤了他，我伤了他的，不管是何物，都得死。便直接出手碾碎了魏子期的妖魂。炫若别怕，我不会让你死的，我不会再让你离开我。李九明大横抱起涂炫若，闪身而去。魔族大殿，炫若，阿离，出去说吧，让炫若好生歇息。迅景跟在他身后。炫若怎样了？哼，迅景，这就是你说的不让我去寻炫若，这就是你说的他会无事。若不是我去寻，你可知他就死了？你可知看到他躺在那时，我……阿离，这件事确实是我的疏忽，但是如今炫若是人身，断不能在魔界久留，你必须将他送回去。你应当知道，魔界中人根本难以存活。我知道，不用你多言，但炫若转心，我便会送他回去。不成，现在迅景，我才是魔界君主，纵使夫君再是重用巫族，可如今魔族是我说了算，炫若是我的妻，如何做也是我的事，无需你多言。你是在拿魔君的身份压我吗？是又如何？你是在拿魔君的身份压我吗？是又如何？可你忘了，我是巫族，不是魔。炫若的命世有司命看护，身侧又有身负佛骨之人，不会有太大的灾祸。妖族那面我会摆平，但是你必须在炫若醒前将其送回人间。如果你做不到，我现在便可带他离开。你以为你打得过我？打不过，可是魔君陛下，你莫要忘了，如果你杀不了我，日后且不论你与炫若如何，只是魔族也别想有一日安宁。很好，迅景，记住你今日的话，我会如你所言将炫若送回人间，但是从今日起，魔族不会再给巫族之人半分庇护。迅景似乎早就料到了李九明会说什么，他拱了拱手，转身而去。李九明看着他的背影，垂在袖摆中的手紧攥长拳，周身魔力翻涌，竟是如何都压不下去。施主今日感觉如何？伤处可还痛？还好，伤口愈合的也差不多了。对了，和尚，我有件事想问你。何事？也没什么，不过是好奇你入夜都在做些什么。我宿在你隔壁，总是能听见些许声音。可能是诵经声吧。这些日子我一直在为修远寺的师兄弟念往生咒，音量可能大了一些，是不是扰到你了？没有，只是好奇而已。我今日不想出去了，你也早些回去歇息吧。玄若闻言点了点头，转身离去。涂炫若看着被玄若带上的房门，眼中闪过抹暗光。月上梢头，几丝云雾缥缈地缠绕在其中。涂炫若坐在窗边，托着腮望着，
与此同时，门口处传来吱呀的声响。和尚，你今日来的有些晚。晚课时间长了些，夜晚寒凉，将窗关了吧。玄若说着，便要上前动手关窗。和尚，你可还记得白日时我同你说的话？玄若的手顿了顿，避开涂炫若的眼睛，低声道：什么？涂炫若没有回答，而是抬手攥住了玄若的手腕。你不是和尚，你是谁？玄若眼神猛地一缩，沉声道：我是玄若。他从不会自称我。说，你到底是谁？假扮成和尚，到底想要做什么？是，我不是那个和尚，但是玄若，我不会伤你。而后抬袖一挥，整个人摇身一变。记住，我叫李九明，是你的夫君。这位公子，你莫不是得了失心疯？我根本不认识你，更何况若是我成婚了，又怎么会同小和尚在一处？你又何必幻化作他的模样来见我？我不会骗你。李九明上前一步，想要伸手去触碰涂炫若。我不认识你，而且我凭什么相信你？你最好立刻离开，要不然我就叫人了。炫若，我知你不会信，若不是前些日子你受伤，我也不会出现在你面前。你若实在不想看到我离开便是。但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这个你一定要带着。若是出了什么事，你就捏碎它，我会立刻出现。你到底是什么人？我的身份你不用知晓，炫若，你只要记得，我绝不会伤你。话落，李九明的身形就消散在了空气中，只有那枚玉简落在了涂炫若的手中。施主，小僧明日起便要启程回灵渠寺了，不知施主有何打算？玄若看着不知在想些什么的涂炫若，出声道：同你一路吧。和尚，回去之后你还会出来吗？小僧不知。施主，缘来则聚，缘去则散，万法缘生，皆系缘分，万物强求。和尚，你活了这么久，就没有什么是你舍不得的事情吗？阿弥陀佛，舍不得即是贪念、欲念、妄念。佛祖有云：得，不管我说什么，你都有一大堆的佛理，真不知道你们出家人这般执拗佛法，算不算得贪念、欲念、妄念？涂炫若说着这话，起身离去。执着佛法也是强求吗？寺门前，玄若站在门内，看着站在门外脚步不曾抬起的涂炫若，蹙了蹙眉。施主，和尚，你知道的，我最是不喜欢你们出家人张口闭口的佛祖有云，阿弥陀佛，这灵渠寺我便不进去啦。涂炫若说着，嘴角扯出一抹笑，看得玄若心中莫名一慌。和尚，是你说的，缘来则聚，缘去则散，想来今日也是我们缘去该散之时，我走了。从现在开始，他就是一个人了。长安街上人来人往，吆喝叫卖声络绎不绝。涂炫若穿梭在其中，却是没了往常的欢喜心思，只觉孤寂。一壶花颜醉，酒来得很快，涂炫若有一口没一口地喝着，耳边是酒客的混言。不知为何，脑中忽然想起了李九明的面容，他下意识地将挂在腰间的玉简拿起，细细打量着，而后狠了狠心，掰断了它。涂炫若看着手中断裂的玉简，又看了看空无一人的四周，自嘲一笑。他还真是傻，旁人说什么他就信什么。涂炫若想着，摇摇晃晃地起身离去。炫若，涂炫若不敢置信地回身望去，正好将李九明担忧的目光看在眼中。你没事吧？是谁要伤你？抱歉啊，我以为你那日的话是假的，没想到。没关系，只要你没事就好。李公子，你为何要对我这般？炫若，我说过的，你是我的妻。涂炫若哑然，突然不知该说什么，不知能说什么。那个和尚呢？怎么只你一人？自是回灵渠寺了，那儿才是他该去的地方。我向来无事，你可有什么想去的地方？我陪你一起。涂炫若愣了一下，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非凡人，时间多得紧，不论你想去哪儿，我都可以陪你，也会护着你。无论何人，都不能动你。那你可否收我为徒？收你为徒？你想学法术？是，修远寺的人因我而死，我要替他们报仇。为何要报仇？为何不报仇？上下几十条人命，我能做的只是为他们报仇而已。他们因我而死，我能做的
便是尽我所能杀了杀他们的人，替他们报仇而已。如今的他不爱自己了，如果他恢复了记忆，记起了他们之间的过往，他们还有在一起的可能吗？你不愿教我？没有，我可以教你，但是不能收你为徒。雪若，你忘了我说过的，你是我的妻。那我就当你答应了，从现在起你便开始教我吧。李九明看着他的背影，眸色温柔。好。寒来暑往，春去秋来，眨眼便是10载将过。人界某处林间，兽吼声震耳欲聋。你以为化成了兽形，我就收拾不了你了吗？紧接着便是白色光芒骤起，从妖兽头中央将一头妖兽一分为2，鲜血迸溅，走上前，弯腰拾起地上的妖珠。轩若，你说过的不会取了他性命。本来是没打算杀了他，不过后来想了想，他不知杀了多少无辜的人，失了多少人心，才修得此等境地。不杀了他，那些枉死的人如何心甘？涂炫若说着，将手中的妖珠扔给了李九明道：“这妖兽丑得出奇，妖珠倒是挺好看的，送你了。”如今你术法已经大成，日后你有何打算？入世10年了，我还是想到处走走。你呢？10年没回魔界，真的不要紧？李九明沉默。这些日子仙族躁动的厉害，他也确实该回去做准备。可是涂炫若，不用担心我也不是10年前那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涂炫若了，我可以保护自己。我不是不喜你，只是不知为何你一靠近，我便心生烦闷。虽非我所愿，可为着我能舒服些，我还是想离你远些。轩若，那我便走了，待我处理好魔界之事，再来寻你。好啊，何时走？好啊，何时走？送你出去，我便离开。涂炫若停住了脚步，转过头看向李九明道：“我最讨厌告别，这样吧，我往前走，你往后走，谁都别回头，这样也不用说再见。”抬步离去。李九明站在原地，注视着他的背影，不曾挪动一步，直到再也望不到涂炫若的身影。哎，我说你这和尚怎么回事？我都说了，这是我的地盘，你若是要在这儿说那些个什么佛祖的，就给钱。阿弥陀佛，这位施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小僧在这讲述佛理已有多日，除去昨日你来吵闹了一番，并未说过这是你的地方。和尚。涂炫若拨开人群挤了进去，看着那个立于一旁身着袈裟身料纤直的身形，只觉得嗓中一片哑然。小和尚，真的是你啊！一别10年，他走遍了各处，除了宣扬佛法外，想的便是能不能再遇到他，阿弥陀佛，施主，又见面了。涂炫若转头看向一直站在一旁面容狠厉的妇人：“你刚刚说这儿是你的地盘？”“是啊，怎么的？”“没什么，就是……”涂炫若说着，而后猛地出手揪住他的衣襟，凑近冷声道：“本姑娘小脾气不大好，最是讨厌你这种欺善怕恶的人。既然你说这是你的地方，不如我们就去衙门走一趟，看看这地究竟是不是你的。”“哎，姑娘，你这是做什么？不就是个地方吗？你没用，我走就是了。”玄若站在一侧，从头到尾的看清楚，看着涂炫若的眼神也复杂了些许。“好了，小和尚，你不是要讲佛理吗？这回安静了。”涂炫若说着，而后人退到了一旁，也不打扰，就是静静的看着。这样的一幕，上一次已是10年。“施主，小和尚。”“施主，今日佛礼已经结束了，你要往何处去？”“没打算，你呢？不如我与你同行吧。”玄若看着涂炫若，心内叹了一口气，转身朝前走去，却无论如何都无法掩盖心底升起的愉悦。“哎，和尚，你怎么不说话？你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啊？”“近些年世间出了个厉害的人物，杀了不少祸世的妖兽，你可听过？”“听过啊，多厉害啊！”“施主，那人便是你吧？”“你早就知道了？”“施主不必瞒着小僧，如何行事是施主的事，小僧也不会过多诘问。只是杀人者人恒杀之，施主还是要多加小心才是。”玄若一路向前，涂炫若却是停在了原地。他从未想过玄若要跟他说的是这个。“小和尚，
停下！我还当是个什么样的妙人，竟夺了西决的命，原来是个臭丫头。涂炫若闻言，捏了个诀，将玄若保护在一旁，冷声道：“有本事就出来，装神弄鬼算什么本事？”好啊，既然你想见本座，本座出来就是。西决是我杀的，你是来寻仇的？当然不是，我们妖讲究的就是谁厉害就服从谁。你既然能杀了他，必然是他不敌你，我为何要来寻仇？那人话虽是这么说的，却不是这么做的。涂炫若抵挡着他的攻击，冷声道：“那你这是在做什么？取你的命！”女子说着，攻势愈加猛烈。涂炫若有些不敌，几招过去，竟是被掀翻在地。你到底是何人？本座是何人，你无需知晓。你只要记得，你的命是本座取的。说着，女子掌心妖力翻涌，直直地朝着涂炫若打去。炫若！涂炫若瞪着一双眼，看着狠狠砸在自己面前的玄若，浑身发冷。和尚，这般护着你，你们到底什么关系？和尚，你怎么样？小僧无碍，施主可还好？我没事。你伤到哪儿了？他看着他婆娑泪眼，终于明白这10年的愤愤难平是为了什么。那一掌，本座动用了不少妖力，你一介凡人没直接死就不错了，竟然还逞强。和尚，你骗我，你不是说出家人不打诳语的吗？是啊，出家人不打妄语。他想告诉他，他好像爱上了一个人，那个人是他，涂炫若。可是他不能。施主，早些逃吧，好好活着，别为我报仇。和尚！涂炫若颤抖着手去触碰他了然无神的双目，可任凭他如何呼喊，他都不能浅笑地回他一句：“施主。”哼，死了？那接下来到你了。涂炫若踉跄着起身，抬袖擦去了玄若脸上的血。小和尚，你总是说一切都是命数，可我从不相信什么命数，是我害了你。说着，他看向站在不远处的女子，眼中杀意翻涌。想为她报仇，也得看你有没有。穿胸而过，女子低头看着胸口处的鞭子，神色终是郑重了起来。损魔鞭。涂炫若没有说话，只是攻了上来。被打飞，起身。涂炫若身上的伤口越来越多，整个人像是从血池中捞出来的一般。而那个自称本座的女子，竟也没好到哪儿去。她拭了嘴角的血，冷声道：“本座不会放过你。”下一瞬，只见她摇身一变，一只巨大的血蟒现于眼前。涂炫若眼神没有半分变化，依旧重复着之前的动作，可他终究是打不过那女子。涂炫若再也握不住损魔鞭，整个人被蛇身紧紧缠绕，蟒蛇巨口缓缓靠近。和尚，别怕，我这就来陪你了。100年后，训景仰着头看着坐在树上捧着花岩醉小口啄着的人，无奈地叹了口气：“你当真要取他性命？”他杀了玄若，我取他性命，不可吗？100年之前，他和玄若都死在那女人手上。训景来得及时，在他的身子被血蟒吞进去之前救了下来。妖又如何？训景，这10载的凡世生活，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不管妖也好，人也罢，都不能太善良。哪怕玄若自私一点，他不曾上前，他就不会死。所以，血蟒必须死。罢了，你既已想好了，我也拦不住你。妖族那边，我会替你处理。不了。杀了血蟒之后，妖族之人是要为他报仇也好，还是如何，我会一人解决，就不劳烦你了。涂炫若说着，从树上跳了下来，将酒壶抛给训景，转身欲走。那李九明呢？你打算如何？我念他救过我，又教我术法的恩，但哪日他有什么需我帮忙的，我定不推辞。此外，我与他再无关系，却不想一转身就看到不知何时站在那的李九明。这100年来，李九明几乎日日来这祭祀他，可涂炫若没有见过他。训姐，你来客人了，我先走了。李九明看着他的背影，久久不曾回神。不知魔君陛下来此，
有何贵干？青丝。魔君陛下的话，迅景不明白。迅景，你明白的告诉我，青丝是如何产生的？我不知道。迅景收回视线，朝前走去，声色泛冷。魔君陛下，你何苦呢？他是无心之人，生不了青丝的。纵使你上了9天，寻了月老，这青丝也不过是妄。李九明紧攥着拳，狠狠地砸在树上。难道除了迅景，真的没有人知道如何生情丝吗？9天如何，月老如何，只要能叫寻洛生情丝，他有什么？月老。李九明猛然抬起头，看向迅景离去的地方。迅景，谢谢。李九明的身影消失在原地，迅景的身影却是从转角处走出。他静静地看着树上的拳印，眼中看不出是悲是喜。幽都之地，万鬼朝宗，忘川河水平静无波，岸边3生石万年不动。月老站在一侧，看着跪在其前的李九明道：这便是3生石，魔君陛下自己寻吧。1遍、2遍、3遍。李九明红着一双眼，看着他名字旁空洞的石板，泪水倏然而下。魔君陛下，小老儿说过的，无心之人。魔君。只见李九明手中的魔剑陡然出鞘，竟是要朝3生石砍去。放开！哎，魔君陛下，魔君陛下呀，这上面没有名字，你便是砍了他的也没用啊。月老紧紧抱着李九明不敢松手，生怕一个疏忽3生石就没了。李九明浑身魔气暴涨，直接将月老掀飞出去，而后提剑走进3生石，看着他名字后的空无，握着剑的手紧了紧，随即抬起，剑尖抵着3生石壁，一笔一笔的画下，可是没有用，3生石上不见分毫改变，甚至连痕迹都不曾出现。李九明似是发泄般的喊着，甚至将手中的魔剑扔进了忘川河中，搅得旗下亡魂躁动。李九明的身子有些摇晃，似是站不稳一般。月老看着这一幕，心中叹然：世间自是有情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魔君陛下，您没事吧？月老，你说无心之人没有情丝，那若是他有了心，是不是就能生情丝了？万把年前，他将人伤成那般，好不容易活了过来，不爱了，结果眼前这位又开始折腾了。月老只觉得那时候他就该狠心些，他俩的红线要断不断，就该直接剪了的。可这话他也不过在心里想想罢了。魔君陛下，理儿是这么个理儿啊，可事儿不是这么做的呀。一般的人心，那位怕是也不能要吧？可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见李九明纵身一跃，竟是直接跳进了忘川河中。忘川河下尽是冤魂，不管是鬼是仙是妖是魔，跳进其中无异于自寻死路。而李九明如今这般，月老怎能不怕？他一步一步地走着，一眼一眼地瞧着，终是在那数不清的亡魂之中，将当初死于他剑下的9尾狐族人亡魂一个一个地捞了起来。李九明茫然地看着手中的亡魂，却怎么也寻不到涂山旗，差一个便是失败。李九明紧抿着唇，将手中的亡魂尽数交给月老，而后转身重新走向忘川河。月老看着手中的亡魂，又抬头看向河中鲜血淋漓、魔气翻滚的李九明，叹了口气：魔君陛下，回来吧，狐帝的亡魂不在这儿。你什么意思？不在这儿？在哪儿？狐帝的魂体早就消散了，这是他唯一留下的东西。李九明飞身出来，拿过月老手中的物石，眯了眯眼，诧异道：神灵石。魔君陛下好眼力，确实是神灵石。狐帝陨灭之际将它交予小老儿，本意是想借我之手交予帝姬，不过万年前小老儿忙于琐事，等空出手来，帝姬已经是身陨了。月老何时离开的？李九明不知道，他紧握着神灵石，神色是从未有过的坚定。玄若，我一定会让你重新爱上我。魔界熔岩谷，自幽都离开之后，李九明便直接回了这里。他站在鼎炉前，透过外壁看着在火中漂浮的坚硬的神灵石，深吸了一口气，抬手出掌，掌心魔力翻涌，尽数朝着鼎炉而去。时间缓缓而过，李九明的额角冒出细密的汗，他却丝毫不敢松懈，眼都不敢眨地盯着鼎炉。迅景寻来时，已是81个时辰过去，他刚走近，就被其中的热气冲得一晃。阿离，
指尖绝咒轻捻，将其中的晦气清了个干净。指尖绝咒轻捻，将其中的晦气清了个干净。便瞧见李九明坐在地上，苍白着一张脸，却是看着手中的物时，嘴角含笑。你在做什么？迅景走上前，看着他手中的东西愣了愣。你真要如此做？李九明闻言没说话，晃晃悠悠地起了身，目光一直落在掌中之物上，轻声道：这是唯一的办法，不是吗？而且迅景，你不是也一早便打算好了，才会让我去寻月老的吗？迅景闻言脸色一僵，没有说话。既如此，你如今又何必来问？李九明甩开迅景的手，抬步走了出去。他身后，迅景的脸色在逆光中晦暗难明。妖界天雪山，涂炫若倚着冰树枝桠，眯着眼看着天边凝结的黑云，神色冰冷。怪不得这些日子没有声响，原是躲这儿渡劫来了。他跳下冰树，一步一步地朝着山顶而去，一步一步地朝着山顶而去。脚下缩地成尺，不过几息，涂炫若便到了山顶。他没有动作，而是看着那个长发白衣的女子不断闪退，避让着雷劫，好不狼狈。100年前不是很厉害吗？怎么如今这般无用，连个雷劫都渡得如此狼狈？那女子闻声吓了一跳，连雷劫都没躲过，硬生生地打在身上，劈得她浑身发焦。你怎么在这儿？看来你的记性不大好啊，这才不过100年，就将我的话给忘了。我说过的，我会杀了你。一道重雷随着涂炫若的话落，狠狠地劈在了雪蟒的身上。雪蟒被劈出了原形，在雪地上翻滚。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支持你，放过我好不好？雪蟒，我今日不会放过你。话落，涂炫若手腕翻转，泛着白光的损魔鞭狠狠甩向雪蟒，落在其身，留下一道焦黑的鞭痕。雪蟒疼得翻滚，终究还是不甘这般赴死，蟒身一缩，便朝着涂炫若所在的地上冲了过去。涂炫若沉寂地看着他，而后脚尖轻点，迎了上去。一人一蟒缠斗在一起，白光银光交错。可身负重伤的雪蟒终究是敌不过涂炫若，几息之后，整条蟒身直接被甩了出去，重重地砸在地上。他睁着眼，死死地盯着雪雾中慢慢走来的涂炫若，却是什么都说不出来。是不是很不甘心？你可知，那日的我与今日的你是同等的心情。那一日，他眼睁睁地看着玄若因他而死，却不能救他，甚至连报仇都做不到。我不会动你魂魄，只是记得，下一世眼睛擦亮些，别再动不该动的人。涂炫若低声说着，缓缓伸出手，直接破开了雪蟒的头，将妖珠取了出来。满手鲜血，妖珠却银光万丈，光洁非常。涂炫若看着倒在地上毫无声息的雪蟒尸体，又抬头看了看头顶散去的黑云，转身离去。魔界祭祀塔，迅景看着脚步匆匆闯进来的涂炫若，沉静地啄了杯茶。走吧。我有事问你。我知你想问什么，也知你从何处来，但抱歉，炫若，我不能告知。为何？这是你所愿。你的意思是我自己要将那段记忆忘掉的？迅景不可置否，涂炫若得到答案，陷入了沉默。他不知道过往究竟发生了什么，才会导致他选择抽离那些记忆。他唯一能确认的，就是那些记忆定然不是他能承受的。那迅景，我现在到底是什么？神。什么？还记得我交予你的那株黑莲吗？黑莲一体双生，除却你手中的那一株，另一株万年前我用掉了，也就是你如今这副身子，这也是你无心的原因。涂炫若看着自己纤细的手掌，却无半分喜悦，因为这个神位付出的代价超出他的承受能力。他究竟经历了什么，才会肉身尽毁，寄生黑莲才能活过来？如果我说我想将记忆找回来呢？找不回来。为何？且不说你无心，便是忆起往昔，也不过如听闻旁人之事，不过多惹烦恼。当初你抽离记忆时，便同我说过，你已经决定抛去那一段记忆，便不会再想着找回来。如果有一日你恢复了记忆，那只能是你神运之事。曾经的他原来是这般狠辣之人吗？又或者说，那段记忆于他而言，比自此消弭于天地还可怕？迅景，既然他不想我知道，那我便不问了。你不好奇？好奇又如何？
你也说了，我是无心之人，那些事便是知晓了也无用，而且我该知道的，你不是都告诉我了？我要去人界一趟，归期未定。那人上一世本该是修成正果的，因着你的缘故犯了戒，还需7世方可得西天上位。你这次去，莫要透露了身份，就算是那人有些劫难，你不准插手。但若实在瞧不惯，事后你做什么，我不会拦着。孩儿自幼便跟着祖母研习经文，你们从未多言半句。如今剃度皈依佛门，也是最合适孩儿的一条路，你们为何就不允呢？胡言乱语！我和你娘将你养这么大，是让你传宗接代。你想出家可以，等我死了，你爱做什么做什么。但是我活着，你想都别想。男人甩袖离去。我的儿啊，你自幼娇生惯养，那清苦的和尚，你做不得的。听娘的话，别再惹你爹生气了。明儿，娘便找媒婆给你介绍门亲事，就当娘求你了。你当真这般想要出家？玄若被吓了一跳，惊愕地看着涂玄若，愣是说不出话来。别怕，我不会害你。不过你当真想要出家？要知道寺庙清苦，除却经文古佛更是无缺，哪有这尘世百变？姑娘这话说的不对，经文上写着一切有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我心在古佛，留在这尘世也不过是蹉跎岁月，为何不早早皈依佛门，研习经文，传扬佛法啊？你还真是一点没变。看着他疑惑的目光，涂玄若直了直身子，将袖中那颗血蟒的妖珠放在了他面前。这是一个害人妖物的妖珠，你与我有缘，这物时便交于你，若日后发生何事，也可救你一命。涂玄若说着，起身便要离开。等一下，怎么了？你究竟是何人？还有，无功不受禄，这东西我不能要。看着手中重量，我说了，不过与你有缘罢了。玄若闻言，却是执拗的不肯将妖珠收下。罢了，既然你不愿，我也不强求。涂玄若说着，走回桌边坐下。你曾帮过我，我是来报恩的。你可有什么事需要我帮你？姑娘，你寻错人了吧？我并未见过你。没有，就是你。你不记得也是应该，毕竟这是上一世的事情。涂玄若说着，看着他犹疑的神色，解释道：你既然精通佛理，必然相信因果报应，上一世的因，这一世的果，所以你可有什么事需要我帮你？在下并无事情要姑娘帮忙。出家人不打诳语，虽说你还未出家，但是满口谎言也是要不得的吧？姑娘何出此言？你想出家，你父母不允，这件事你难道不烦闷，不需我帮忙？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出家无法侍奉父母，视为不孝。如今令父母为我忧心，更是不孝。我唯一担忧的是父母的身子。那你要放弃出家吗？不，身在红尘中，心在菩提里。只要我一心向佛，即使身处红尘，心自清明。涂玄若看着说这话的玄若，只觉得他的眼中俱是他不曾见过的光彩。倏尔，他在心中下了个决定。今日不早了，你早些休息吧，改日我再来寻你。而后手指掐诀，身影消失在玄若眼前。魔界祭祀塔，涂玄若从人界回来，刚刚来到祭祀塔前，就看到了守在那的李九明，视若无睹地越过他，朝着祭祀塔其中而去。玄若，我有件东西要送与你。我不会收，魔君陛下还是拿回去吧。说完，涂玄若便继续朝里走去。玄若，碗翻转，一颗闪着流光的形似湖心的石头便显露在他眼前。魔君陛下，这是何意？玄若，我问了月老，他说无心之人是不能产生情丝的。纵使你在人间经历百世，体会遍了七情六欲，但你回归真身之时，也不过是有那段记忆而已。这是由生灵石炼成的湖心，你炼化了它，便有了心，便可以产生情丝了。魔君陛下，你将这东西给我，是想要什么？玄若，我什么都不求，只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至少我所做的一切不会是无用之功。将那颗心拿在了手中，仔细打量了几番后，又扔回了他手中。魔君陛下，你真是好打算，不过可惜我现在活得挺好，这颗心于我来说并无用处。涂玄若说完，转身便走。李九明站在他身后，眼中光芒泯灭，止于一片荒凉。祭祀塔，涂玄若进来时，训景正在占卜，他没有出声，只是看着他的背影，不知在想些什么。你在想什么？刚刚在塔前，我见到李九明了。那颗心，你见着了？你知道？哼，知道又如何？这世间的事，有什么是我不知晓的？那颗心是神灵石所造，能为万物所用。纵使你是黑莲化身，若有它为心，也是不错的。
你的话没说完，你想说什么？但李九明，你必须离他远远的，绝对不能爱上他。为何？我同李九明过去到底发生过什么？我说过，你与他之间的事我不会说，你只需记得，忘却你与他的过往，是你自己做的决定。迅景说着，上前一步。你可以爱上任何人，但绝技不能是他。涂炫若被迅景眼中的执拗吓得后退一步，迅景似乎也意识到了他的逾矩，眼神闪了闪，拉开了两人的距离。你来寻我，应该不只是为了这个吧？还有何事？我打算回青丘了。何时走？本是打算同你说一声便回去的，却没想到遇到了李九明。迅景，不管如何，这段时日都谢谢你。日后你若是有事，便来青丘寻我。这是玄蟒妖珠，本是打算给小和尚的，他不收，我留着也无甚用处。你拿着照亮吧。抬头看着涂炫若缓缓走出的背影，眸色悲切。炫若，你可知刚刚我挣不的是何事？我该要如何才能护住你？魔族宫殿，守在殿前的魔士瞧到涂炫若的身影，都有些发愣。李九明呢？回魔后殿下的话，魔君正在正殿议事。魔后吗？看来他和李九明过往还真的是有不少的牵扯。涂炫若抬步朝着正殿而去。魔宫正殿，本君让你们驻守仙魔交汇之地，如今仙界大兵已经压境，你们却无一人知晓，是不是要等到仙族打过来，你们才能看到？陛下息怒！李九明看着跪倒在地的魔族大臣，只觉得烦躁。旭阳，你现在便前往仙魔交汇之地，若有仙族之人敢踏入魔族，杀无赦。是陛下。却在转身时，被站在殿门处的人影吓了一跳。涂炫若。而高坐在上的李九明抬头看到涂炫若时，更是怔愣。我此番来是来寻魔君陛下的。既如此，那我们便先退下了。不过几息，殿内便只剩下了李九明和涂炫若两人。炫若，你来寻我，可是为了那狐星？魔君陛下，我与你之间到底是何关系？夫妻。你灭了青丘一族，我为何要嫁与你？是啊，当初的涂炫若是为了什么呢？除了爱他，还能是为了什么？可那时的他看不清自己的心，还将他所做的一切看作是虚伪假象。魔君陛下，狐心拿来。炫若，你可是愿给我一个机会了？魔君陛下，我虽不记得过去种种，可我了解我自己，若非是伤透了心，我怎会甘愿将记忆尽数抛却，只为了与你再无牵扯？炫若。李九明听着他口中的言语，只觉得一颗心犹如万箭穿心，痛苦难耐。当然，狐心在魔君陛下手中，给或者不给，全在魔君度量。若不将狐心给他，他纵使做尽了一切，涂炫若也断无再爱上他的可能。他纵使做尽了一切，涂炫若也断无再爱上他的可能。可若将狐心给他，他又怕极了他会爱上别人。万年前涂炫若能爱上他，万年后他就不信他追不回他，便是穷极一生，他也要将他带回自己身边。给。他看了他一眼，才缓缓伸出手，将狐心拿在了手中。魔君就不怕人物两失？炫若，我不求别的，哪怕你不会爱上我，我只希望你别连挽回的机会都不给我。四目相对，涂炫若蓦然转头，闪身离去。涂炫若寻至玄若府邸，看着刻在灵府二字的牌匾周围的白灵，涂炫若却好像感知到了什么。刚进府，入耳便是声声啜泣。涂炫若站在当中，看着曾有过一面之缘的妇人趴伏在棺椁上，神色悲戚。而玄若此时则跪在一旁，双目赤红，面色灰败。涂炫若没有掩去身形，直直走进了灵堂。节哀。父亲死了，被我气死的。父亲身子一向康健，若非我执意皈依佛门，惹得他心火大怒，怎会？佛家不是一向讲求因果缘法吗？如今不过是你与你父亲之间缘尽了而已。而后抬步上前，将哭得浑身发抖的妇人扶了起来。夫人请节哀，逝者已矣，生者如斯，灵府还得靠您才是。你还是要出家吗？是。好，你去吧。出了这个门，你就再也不是我的儿子，也不再是林家的人。鸣钟阵阵，香烟渺渺，剃刀划过，发丝尽断。涂炫若看着眼前恢复了记忆中形象的玄若，心头是说不出的怅然。若是没有他，他上一世就该修成正果的，却因着他平白累了7世。阿弥陀佛，多谢施主引路之恩。施主要往何处去？去，就此拜别，望果大师。小和尚，
再见了。两世相识，涂炫若终于是行了个佛礼，转身离去。魔界祭祀塔，这发生了何事？为何大门会紧闭？前些日子大巫做法占卜，便将祭祀塔的门关上了，谁都不准进。里面是什么情况，小的也不知啊。昨日魔君前来，也被挡在了外面。占卜世事，绝不至于这么些日子还未出关，除非他占卜的是他不该知晓之事。涂炫若眼神一凛，当即便要作势闯进去。炫若，紧接着涂炫若便感觉腰间一紧，冲势停住。你做什么？将腰间的魔力停断，神色不渝地看着李九。迅即下了禁止，硬闯祭祀塔者必饮9天雷法。你是疯了吗？我知道。那你还如此莽撞？迅锦的能力你比我更清楚，如今他一点消息都没有，你就不怕他出什么事？正是因为我清楚，所以我能确信他无事。魔君陛下想必也该知道，迅锦此番闭关是为了占卜何事了。是，仙界重兵压境，大战一触即发。迅锦此番正是为了仙魔大战做准备。魔君陛下还真是物尽其用，为了魔界，连迅锦的性命都不顾。圣灵石，你炼化了？托魔君的福，炫若也算是有了颗心。扔在6界中，也不那般扎眼了，倒是苦了魔君。为了将这神灵石炼化成狐心，甚至亲深入网传，将青丘一族的亡魂都收敛了回来。魔君放心，炫若身为青丘狐族，既然万年前不曾做出什么事，如今也断不会对魔族做出什么事。是也，魔君不必再次看着。你明知我不是，知又如何？不知又如何？我早就同魔君说过，即使炼化这颗狐心，我也不会爱上你。灭族之仇，炫若可以不报，却不能忘。炫若，过往种种是我的错，我不知该如何补偿。但从今以后，我只会护着你，不会再伤你一分一毫。涂炫若闻言没甚反应，只是静静地看着祭祀塔的大门。半个时辰后，祭祀塔上方凝结起层层阴郁的厚云。半个时辰后，祭祀塔上方凝结起层层阴郁的厚云。涂炫若紧抿着唇，看着其中落下的重雷，神色不明。直到第9道重雷落下，厚云依旧没有散去的迹象，他倏然转头看向李九明：“你究竟让迅锦推演了什么？”9道重雷已经是巫族占卜的重罚，可如今9道重雷已过，黑云依旧不散。李九明闻言也是紧盯着厚云，神色难辨。迅锦入关确实为了仙魔大战之时做占卜，而看如今这厚云的程度，迅锦明显做了些天道不容的推演。又是2道重雷落下，11道了。看着云中酝酿了许久都不曾落下的重雷，脚尖轻点，竟是直接迎了上去。晚间微转，损魔鞭立现。与此同时，重雷砸下，与损魔鞭相交，2道白光自魔界空中乍现，晃得人睁不开眼。而这一击之后，天上的厚云也渐渐散去。涂炫若的身影自天而降，损魔鞭消弭在掌心。他侧目看了眼李九明，转身推开了祭祀塔的大门，走了进去。而在他进去之后，祭祀塔的大门再次关闭。李九明看着紧闭的大门，眸色难辨，看着跪坐在软垫上神色清淡的身影，涂炫若松了口气：“你可有事？”迅锦没有回答，只是整理着桌案上的占卜用具，沉声道：“我能有什么事？倒是我小瞧了青丘地基，竟是以肉身与雷法作对，真是让迅锦开了眼界。若不是你闭关多日，再加上雷劫深重，我何至于此？”这么看来，倒是迅锦的错。雷的地基如此，那迅锦在这儿给地基赔不是了。迅锦，你这是作甚？我知晓刚才是我托大了，但我这不是没事吗？倒是你，李九明究竟叫你推演了何事，累得你如此虚弱？拖着手臂的力量不重，却很稳。迅锦侧头看着涂炫若袖口处露出的如藕般玉洁的手腕，闭了眼道：“炫若，放手！你这般虚弱，我怎么放手？我无事，你松开。”迅锦的话消音在涂炫若接下来的动作中，甚至惊得他连掩藏都来不及，直直地将人推开。迅锦，男女授受不亲，炫若，日后还是要避讳些的。抱歉，是我逾矩了。一会儿叫药魔给你瞧瞧，你这次替我扛了雷法，日后怕是会坏了姻缘。等过些日子，我好些替你推演日后之事，还了你机缘，省得日后出事。不用了，一道雷法而已。涂炫若择了个位置坐下，看着迅锦道：“万年前你救了我，还给了我一副这般好的身子，这次便当我还了你的情。”你这算盘打得倒是好啊。你之前究竟在推演什么？李九明说是仙魔大战之事，可若仅此而已，你绝不至于引来那般重的雷罚。没什么，只是推演时出了些差错而已。迅姐，我们算是朋友吗？
他诧异地看着涂炫若。按你说的，我沉睡了万年，醒来的第一眼见到的就是你，我剩下的记忆中从未出现过你。但是在看到你的时候，我的脑海里就好像有一个声音在告诉我，让我相信你。迅景，你知道吗？你与我从来不是恩人那么简单。我是个没有心的，不知道你们说的那些情爱到底是个什么滋味。我只知道你不能有任何事，任何人想要伤害你都不可以。后来我入世，想要知道情爱是个什么滋味，却阴差阳错的只体会了分别之苦。再后来我得了一颗心，全新的，什么都不曾感受过的。炫若，别说了。为什么不说？迅姐，你其实知道我想说什么吧？你知道刚刚在门外，我看着雷罚一道一道的落下，我心里是个什么想法吗？我甚至在想，若是你真的出了什么事，我该怎么办？迅景怔然地看着涂炫若，薄唇动作了几番，却是一个字都说不出口。迅姐，我现在不知道情爱是什么，但是我知道我不能离开你。迅景猛然闭上眼，不去看涂炫若，他无比希望涂炫若口中的不能离开是因为他爱他，这样他便可以顺理成章地同他在一起。可是他不能。炫若，这话你我知晓便可了，以后万物不可胡说。这是我推演出来的布局，你拿出去给魔君吧。我要闭关休养几日，这些日子你若是不觉无趣，便留在祭祀塔；若是无趣，便四处走走。你沉睡了万年，6界变化甚大，出去看看也是好的。涂炫若看着眼前的信件，又看了看迅景避开的眼眸，心下微颤。想好了吗？沉默相对，涂炫若缓缓伸出手，拿过眼前的信件，起身离去。身后迅景看着他的背影，神色凄迷。他不是涂炫若的良人，又何必累得他尝尽那一份情伤？迅景抬手拂过嘴角的血迹，伸出手，似是想要将逆境光影中的涂炫若握于掌心。陡然间，地转天旋，目光所及之处尽是黑暗。祭祀塔的大门缓缓打开，涂炫若的身影慢慢走出。这是你要的东西。迅景大巫要闭关，这些时日还请魔君勿来叨扰，将信件扔给李九明，人便朝着远处走去，跟上前去。你怎么了？魔君的话，炫若不懂。若无事，炫若便回青丘了。许久未曾去过青丘了，不如我陪你前去。回身看着李九明道：“仙魔大战在即，魔君不想着如何抵御仙界重兵，何苦非要跟着我？仙族何足畏惧？炫若，我的心意你明白的。那魔君陛下大可消了这份心思。炫若对你口中的情爱不感兴趣，即使起了兴趣，也断不会同一个灭族仇人在一处。既然你不愿意听这般话，以后我不说便是。我们大可像在人间一般，我只是陪着你，什么都不会做，如何？”迅景避让开的眼眸，此刻在回忆中同此时李九明不闪不避的双眸合在一起，让他心头有些难受。不用了，魔君陛下还是在魔界待着吧。这万一要是因为炫若的缘故受了伤，导致仙魔大战出了差错，炫若可担待不起。抬步走进荆棘林，看着灰暗不明的前路，不知为何脑中忽地浮起一种景象，恍若以前他也曾走过这里。李九明跟在他身后，却见涂炫若的整个身子朝后倒去，而那后面是一整片的荆棘林。炫若，人垫在涂炫若身下，整个人狠狠栽入荆棘林中。李九明将涂炫若紧紧地护在怀里，待两人起身时，李九明的手臂、双腿、后背、脸颊处处都是划伤，可涂炫若除了发髻有些凌乱之外，不见丝毫伤处。你没事吧？涂炫若没出声，只是看着伤口溢着血的李九明，久久未语。炫若，李九明，你莫不是忘了，我现在半神之身，即使掉进荆棘林也不会如何。这些伤于我来说根本没什么，他怎会不知？可就算他知，难道他还能看着他栽倒进去不声不语吗？涂炫若掌心微动，你因我受了伤，我帮你治好，两不相欠。涂炫若抬步离去，没再看李九明一眼。青丘，涂炫若站在青丘之巅，原来除了祭祀塔，无论他去向何处，都是孤身一人。帝姬，您老人家怎么在这儿啊？看着藏在青草中不堪清楚的小小身形，挑了挑眉道：“什么老人家？我至今不过万余岁，怎么被你叫得恍若爷爷那般的存在？”小的口误。不过，帝姬，您为何不进去啊？涂炫若坐在草地上，手指轻点，将蚂蚱精幻化成人形。不想进去，青丘狐族只剩我一人，就算回去了，也是我一人。既如此，帝姬为何不去灵山呢？当年胡帝陛下送您去灵山求学，想必您到了那儿能遇到不少熟悉的人。我求学怎么算也是万年前的事了，你怎么知道？小的笨。
在这青丘修了万年，也不过是能人语，也不知在死前能否修得大道。手指轻点，便将蚂蚱精扔进了青丘他划的禁制里。狐狸洞里的灵气比这外面不知富足了多少，我送你进去，也算是报了你引路之恩。至于能修到何等境界，就看你自己了。来者何人？青丘涂炫若前来拜会师尊。一条闪着碧光的大道自灵山殿门延至涂炫若脚下，他抬步而上，脚下触感有如实质。既已忘却，又何必来此？炫若不知该去何处。罢了，进来吧。话落，门开，涂炫若走了进去，径直向里。涂炫若刚绕过隔扇，便瞧见一个宽厚的背影盘坐在软垫之上。您便是师尊？炫若丫头，本尊在这儿等了你10600年，你终于寻来了。是炫若不好，让师尊忧心了。涂炫若跪在地上，看着那人的背影。那人闻言叹了口气，转过了身，面容也显露在炫若眼前。师尊，你这丫头经历了这般多，怎么同当初见到本尊时一般的呆愣模样？师尊说着起身走上前，而后将人扶了起来。以往你从不唤我师尊，而是青阳。涂炫若闻言一愣，原来眼前之人便是青阳仙尊吗？算了，本就傻，忘了近乎1000年记忆，岂不是更傻？训锦不知你我二人的关系，10500年前你嫁与魔族那小子之后，便再未上过灵山，更不曾同我联系。我还以为你这丫头不打算认我这师傅了。涂炫若不知自己万年前同青阳关系究竟如何，如今只能是沉默应对着。哭丧着脸做什么？师尊，我的事你知道多少？脚步微顿，复又恢复正常，朝前走着。你要是问生死之类的大事，我知晓；但若是情爱之事，我也不知。青阳乃是当世大能，想要知道何事，掐指一算便知。为何？这些日子你便在灵山多待些时日吧。过2日灵山大宴，与你一同在灵山求学的人都会过来，你的事他们知晓的比我多。青阳说着推开了一扇门。这是你在灵山求学时的住处，我留了下来，你便住在这儿吧。自己则是转身离去。涂炫若站在其中，看着眼前屋内装饰，确实有几分熟悉之感。炫若，快来这儿！炫若，九明在那儿。炫若，你救了他，为何不说？炫若，你傻不傻呀？九明，李九明吗？他同李九明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何他会选择忘却所有？宴会开始，青阳便带着涂炫若坐在首位，下手是灵山一行老师，再往下则是按着身份尊卑排的座次。李九明的座位赫然在老师之下，万千学子之上。总是听闻这青丘地基同阿离合离之后便没了消息，不曾想竟是躲来这灵山求师尊庇佑呀。今日乃灵山大宴，云容，是谁给你的胆子在这儿大放厥词？哼，我大放厥词？赤霄，当时在灵山的同一批学子中，谁不知道你对涂炫若生了情？只不过人家心里眼里都是阿离。万年前他们2人合离之时，你不还因着这事儿同阿离大闹了一场吗？怎么今日再见到心上人，还想着再续前缘不成？更何况我刚刚的话可有半分不对，他自己都没说话，你替他出什么头？云容，这是灵山大宴，不是你放肆的地方。仙尊，当年在灵山时，您便百般护着他，如今万年已过，您还是如此。云容倒真是小瞧了他的狐媚能力，真不愧是狐狸出身。师尊，炫若睡了万年，这不起眼的人都忘得差不多了。刚说话的那位是个什么身份？灵山大宴，您还未曾开口，他便说个不停。这般不知礼数，若是叫人知晓是灵山出身，岂不是抹黑了灵山的名望？他抬手轻弹了一下涂炫若的额头，笑声道：灵山何时有这种学子？本尊怎不知晓？这话虽是对着涂炫若说的，可其中之意明显就是在告诉在场之人，从此刻起，云容便从灵山除名。新尊，云容自幼便敬仰您的大能，却不想原来您也不过一介凡夫俗子，被一个狐狸精迷得神魂颠倒。放肆！而涂炫若的眼眸也彻底的冷了下来。